名穿越部落求生时代，在这里每人一天可生产1名野人，野人可以出去为我寻找物资，而我部落的野人都是身强体壮的大汉，第一天就给我带来了惊喜。欢迎来到部落求生。当前世界是原始世界，在这里你们可能只在荒山、森林、平原、沼地等任何自然景观地带，你们能做的只有一点：活下去。听到系统的话，我第一时间打开了聊天频道。这是哪里呀？谁能送我回家啊？求求了，只要能回家，我给他1000万。这到底是要干什么？有人知道吗？我刚才召唤了一个部落人，那家伙瘦得跟猴一样，我一激动，直接一拳把他干懵了。我劝你们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，浪费发言次数。有这个时间浪费发言次数，不如看看右下角的聊天限制，更不如想想今天吃什么。看来一天只能发5条消息。我操，你这么猛的吗？杀了一头老虎！文熙见野人这么能干，立马再次下达命令让他去搞物资。野人在听到文熙的话之后，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对劲，但他并没有发出抗议声，而是再次跑了出去。看样子这些茅草屋生产出来的野人确实都是鲜活的生命，独立的个体，竟然能让我感受到他的不悦，有意思。文熙看到野人离开后，又打开了羊皮卷查看了起来。此刻的羊皮卷上显示的是茅草屋升级所需的材料，升级一共需要4种材料，看样子都是些基础材料呀。老虎和解剖。文熙看到系统的提示，毫不犹豫地点了解剖，点完的瞬间，整个老虎就被解剖完成了。肉也有了，还差些水。这生存指南也没说玩家不能参与资源收集，要不我也出去找找物资。文熙说干就干，带着一根老虎骨作为武器就出去。他为了防止走丢，几乎是一边走路一边做标记。并解锁新地图，南方平原，可在羊皮纸中查看新地图特性。游戏内部通知吗？还是说激活了系统？文熙想到这里，顿时面露喜色。可没一会，他就收到了聊天界面的提示音，原来是他出门寻找物资的信息公布了出来。丢卡咩！我还以为我是天命之子激活了系统呢。对了，怎么没人聊食物呀？你们都在讨论带回多少资源，可是你们吃什么喝什么？那个看你们说的起劲，我还寻思我家的聪明稻谷人给我捉的老鼠是最没用的呢。老鼠肉，楼上的，我出10个木头换取你的老鼠肉。大佬，这就有10个木头了，我出5个石头。就在这时候，整个聊天频道再次沸腾了，而交易市场上面也被挂上了第一个东西老鼠肉，但是很快就被秒杀下去了，甚至还有人把水也挂上来出售了。但是买了水的人很快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，他们没有装水的容器。文熙见状也再次往季己茅草屋走去。大约过了2个半小时，他终于回到了季己的茅草屋。这时的野人也在屋内等他。优秀，这次搞了这么得吃的东西回来。小野人，再去收集物资。现在储水的容器和石锅设计图都有了，就是没有材料。文熙想了想，把老虎肉分割成小块，上架到了交易市场。没想到刚上架就被扫光了，最终用了50块老虎肉换来了木材400，石头150，甘甜的水100，茅草1000。文熙交易完后没有全部提取出来，而是选择提取木材。400的木材很快就出现在了茅草屋外面，他立马用这些木材做了4个木桶，随后把刚换的水取了出来，然后又用提取材料出来将茅草屋升级。升级成功，终极茅草屋每日可生产2个野人，正在生产中。好战的野人，这个骨头棒子给你。很好，出去采集去吧。看来还得换点茅草啊！文熙只好无奈地打开交易市场，再次上架了1块老虎肉，很快也换来了100的茅草。修复好墙壁后，文熙便清点了一下季己的资源，同时也再次打开了羊皮纸。这时的羊皮纸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建筑，只是出现了高级茅草屋和居民茅草屋，而且造价还是低级的10倍，离谱到家了。文熙见状觉得离谱，他又打开了聊天频道，准备看看有没有新消息时，此时才发现里面已经炸过了，都是在讨论老虎肉的事情，也有不少那些要求出分享经验和求救的人。文熙没有理会这些，而是将目光看向了那个售卖兽皮衣制作图纸那人。兄弟，2斤肉换你的图纸，换不换？我操，那个兄弟，你不会就是那个杀了老虎的猛人吧？这你别管，就问你换不换吧。换。不过兄弟你也知道，这设计图纸太难得了，所以能多给1块吗？您放心，兄弟不白拿您的，以后有好货肯定想着您。就2斤，我的食物也有限，不换的话我可以去找别人。别兄弟，我换，您可千万别找别人啊，下回有好东西肯定还想着你。文熙见状没有再废话，直接将交易，很快制作图就传了过来。不过他看着制作所需的材料，顿时就迷茫了，骨针和纤维哪里找？看样子这兽皮衣是做不成了，不过3斤肉换得到也不亏，早晚用得到。好样的，这次搞回来了这么大一头鹿，你去休息一下先吧。年幼的鹿可解剖。文熙见此直接点了解剖，很快便得了100斤肉、1块鹿皮和鹿茸。鹿茸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壮阳补肾。你也回来了，还搞了这么大只野猪。肥硕的野猪可
解剖。文熙见状，再次对野猪进行解剖，这次直接得了1000斤肉。见有这么多肉了，晚上文熙把肉烤给了2个野人吃，可令他没想到2个野人竟然吃掉了50斤肉。吃完后，文熙便去休息。很快，时间来到了第2天早上，茅草屋又生产了2个野人。文熙看到眼前2个野人，也是嘴角微微勾起。看样子我的运气不错嘛，生产的野人和别人的不同，个个都是身强体壮的。由于昨晚吃了50斤肉，几个野人都不饿，文熙就直接让他们出门采集了。他则是看起了聊天频道。昨天晚上我这里竟然有狼群攻击，太恐怖了。我这也是，我的野人昨晚被狼杀死了，我好害怕啊！你们的部落难道都只有男人吗？有没有人招募到女的？有啊，我今天刚招募到一个女人，不过年纪足够做我妈了。我也是，她竟然自带了骨针和纤维，虽然没有图纸，啥也干不了。哦，看来夜晚可能会有怪物袭击啊！还有女性野人可以携带物品，这些信息都很重要啊。看过聊天之后，文熙又开始在交易市场扫货。很快他就看到了一张有用的图纸，绳子可兑换10斤肉。看到这个价格，文熙没有丝毫犹豫，就用了10斤老虎肉换了。很快，绳子的图纸就出现在了文熙的仓库。绳子所需材料茅草100。这么算的话，升级到高级茅草屋的话，是一共要3万的茅草吗？文熙暗暗琢磨着需要消耗的肉食，最终他以20斤老虎肉、410斤猪肉换到了3万茅草、2000木材以及450石头。文熙收到材料后直接取出，并将2万的茅草制造成了绳子，随即选择了升级茅草屋。高级茅草屋每日可生产3名部落人。又是出现了2项新的可制作物，有了烤架的话，就可以大块大块的烤肉了。不过就是这个房子，花了那么多的材料，到现在也才50平，还是太拥挤了。勇敢的野蛮人可采集，体力100。他有着一颗勇敢无畏的心，当他外出收集物资的时候，很可能会带回你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出发采集。我热烈低马，我这都是什么神仙野人？单挑2头狮子。文熙见野人累得够呛，赶忙拿了一盘甘甜的水给他喝。喝完水后，他的体力值也恢复了一点。文熙见此也没继续让他出去采集，这还剩5点体力回来的。要是遇到猛点的野兽，他们岂不是要嘎在外面？对了，如果给这些野人带上食物，那他们饿了是不是就会积极补充体力了？想到这里，文熙决定下次给他们身上带些肉，他便立马把2头狮子处理掉，得了200斤肉，又在聊天室里发布了用狮子肉换稀有物品的信息。我操，狮子肉！大佬是自己狩猎的狮子吗？天啊，一头狮子估计狗窝吃上半个月了。大佬我这有图纸。大佬，我这里有个宝贝，您看看。彩色夜明珠可以为你带来夜晚的照明，并且能够为夜晚迷路的部落人指明回家的方向。好东西啊！10斤肉我换了。那个大佬，您看，您获的食物也比较容易，不是？多给我几斤可以不？就10斤。文熙没有多说什么，直接点了下一个私聊。大佬，您看看我这图纸值多少肉？优秀的屠刀制作蓝图，它是一把神奇的屠刀，同时锋利性也不错，对野物的杀伤性+5。神奇厨刀，这个给你5斤肉吧。大佬交易。文熙见对方爽快，直接把5斤肉交换了过去。这时的坤基又发来了消息，答应了10斤肉交换。在交换完成时，茅草屋突然蹦出了一个提示：获得彩色夜明珠，是否镶嵌？镶嵌。镶嵌中，请稍后。镶嵌成功，账门可在夜晚开启，只因迷途的部落人回家，可照亮屋子。注意，它的开启同时也可能吸引来未知的敌人，请务必做好战斗准备。引来未知敌人，干了！镶嵌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您好，我这里有一张制造蓝图，您先看一下再回答我。砖块需要用窑炉进行烧制。好东西啊！这个图纸10斤肉。西哥，你能弄到这么多肉，想必茅草屋等级不低吧？虽然我现在只能看到高级茅草屋的材料，但我推测砖块这东西肯定会是茅草屋的升级材料，所以请给个实在价格吧。看到这老道的回复，文熙略作沉吟，想了想，出价了50斤肉，对方也爽快答应了。窑楼所需石头300，木材500，这是一次性窑炉，每次可以炼制的物品根据大小决定上限，而且使用它你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坑，还得挖坑。你们俩去挖洞。文熙也是贴心的带着2个野人出房子外，给他们一人准备了一个大补头，便亲自挖了一遍做示范。做了一会儿示范，野人懵懂的接过了他手中的补头，开始重复起文熙刚才的动作。文熙见状满意的点点头，随后他直接躺在地上监工，不一会他就睡着了，一直到下午4点太阳快落山才醒。这一觉睡得真舒服。卧槽，人呢？这尼玛是挖了多深啊！出来，够了，可以了，吃饭了。文熙这话一出，洞里的敲击声戛然而止，2个野人随即从洞里跳出，满脸疑惑地看着文熙。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
这深度应该有10米了。文熙直接拿出材料和窑洞图纸，很快一个规整的窑洞出现在了文熙面前。窑洞当前可炼制砖块500，可以炼制500块，太好了！文熙看到这砖块数，顿时有些欣喜。他现在就等野人休息好，让他们去河边收集了。当他回到屋内时，不料好战的野蛮人给他带回了惊喜。你竟然能单挑这东西！这体力掐着上线来的吧？真不知道体力清零的话，他们会不会死，还是说会倒在原地一动不动？文熙见此没再多想，把眼前的耗牛和鳄鱼分解，这次直接得了2200斤肉。看样子要下雨了，外面那砖窑不会受影响吧？想到这里，文熙当即跑出外面查看，出后竟发现原本敞开的砖窑竟然变成了封闭状态。窑模封闭中，由于天气原因，烧砖时间延长至18小时。还好，这个砖窑还算人性化一点。在这种地方，万一感冒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死呢？世界灾难，暴雨已经开启，请各位玩家小心应对，持续时间未知。高级茅草屋当前状态，迷失一名部落人，是否开启七彩夜明珠指引方向？文熙看到茅草屋的提示，顿时陷入了犹豫之中，因为恶劣的天气开灯更会吸引过来麻烦。可就在这时，他也隐约注意到了一旁的野人眼底之中的恐惧。在他仔细观察后发现，他们的恐惧竟然不是来源于外面的暴雨天气，而是来源于同伴的缺失。看样子他们也担心自己的同伴啊，可他们才来了不足2天的部落人啊，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友谊？考虑到野人的内心感受，文熙还是决定开启了夜明珠，以此来给陷入迷途野人指明回家的方向。果不其然，七彩夜明珠被点亮后，屋里的野人原本焦急的表情也逐渐平复下来。高级茅草屋当前状态，指引迷途的野蛮人回家中。不好，有狼群来了！卧槽，这是要撞毁我们的屋子，全体都有，出去迎敌！文熙话音落下，几个野人朝外面跑去，没过一会便听到了狼嚎叫的声音。就在文熙以为稳妥了的时候，一只白色狼毛的狼王出现，对着文熙发出了阵阵低吼，野人则是迈出了脚步朝他走去。狼王见状也低下了头。看他样子好像是不想再战了，还是说他在表达另一层意思？他这是打算臣服了？什么情况？狼群袭击，白捡一群狼。是否接受白狼王的效忠？文熙在听到系统提示音后愣了一下，脸上露出狂喜之色的接受。文熙做完选择后，白狼王仰天长啸，便把躺在地上受伤的狼咬死，提过到文熙跟前。这是给我的见面礼吗？打和解逃。文熙直接当狼王面前就随后又回到了屋内逃。茅草屋的门再次被踢开，这次是文熙的野人回来，手里还抓着3株草。草药可治愈感冒。你辛苦了，来喝完肉汤休息下吧。见野人回来后，文熙关闭了七彩夜明珠，他那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随后他又打开了聊天室，此时的聊天室里都在讨论暴雨的事情，从中得知了终极茅草屋以上会被海怪袭击。文熙看着这些发文陷入了沉思，找这些人说的，我应该也得遭遇海怪袭击才对。不管了，既然已经知道了，下次得注意些了。文熙想完就睡，下雨天野人也躲在屋子里睡。很快时间第2天也还是没有停。不过文熙面前再次出现了3个野人，灵巧的野蛮，灵巧的身手可以让他采集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。粗鲁的野蛮人，他的行为非常粗鲁，所以不会给你带回来任何的设计图纸，即便有那也是损坏的。嗜睡的野蛮人，因为非常的者睡，所以采集回来的时候体力往往是满的，当然他的采集总会非常的敷衍。这次给我的野人这么奇葩的吗？这嗜睡的野蛮人，你认真的吗？这不是一种病吗？看着外面的暴雨，文熙没有让他们出去，打开了聊天室。哪位大佬有感冒药？我感冒了，身体好冷啊，感觉快要上山了。太无聊了。对了，你们有没有生产过奇奇怪怪的部落人？文熙这话一出，一下子就很多人发出了季己野人的照片。原来还有很多人一样也是招募到了缺胳膊少腿。文熙这么一对比，感觉季己还是很幸运的。他没多想就走出了屋子，来到了窑洞旁查看起来。这时的炉子显示还有6个多小时才能出砖。他摇了摇头，再次回到了屋里。这时上次交易砖块的女孩发来了信息：大神，你那里有治疗感冒的东西吗？我用这个跟你换。优秀的木材，它可以取代普通的木材用料，建造出来的东西更为坚固。好东西啊，有倒是有，但是我只能给你1株药草。那也行，总比没有好。交易完后，李玉收到药材后便主来和几个野人一起喝。由于在外面淋雨时间过久，他们几个也是都感冒。而文熙这边的野人则是指着草药对着文熙一顿叽里咕噜讲。你是想要带他出去找这些草药？那你们在外注意安全。野人们得到了文熙的许可，便转身朝外跑去。唯独是睡的野人看了一眼又睡。文熙见此也没说什么，他为了收集木材制作高级材料，再次打开了聊天室，在里面发布了一条收购木材的信息。阿哲，大佬这是发灾难财呀！别这么说，人家愿意拿出来1000斤肉资助我们就很不错了，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说个屁，这么一会儿已经被换掉了180斤了，还不快去换？消息一传出去，1000斤肉很快就被一扫而空。最终文熙也收获了3000干燥的木材，36000的湿漉木材。而另一边冒着大雨去的野人正准备和牦牛展开一场大战。无名部落求生第3天，暴雨天气来袭，所有人都只能躲在家里无法外出。当别人的物资快要耗尽时，我的野人正在与牦牛搏斗收集物资。
耗能，可解剖。解剖。加上昨天那头，这就有了4800的肉了。即便把它都做成肉干，也有2400斤。这下升级木屋有着落了。文熙这次直接拿出来2000斤牦牛肉收集木材，这些肉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，很快就被购空。文熙这边也获得了干燥木材6000，潮湿木材72000。这下我的木材总和直接突破11万了。等天晴晒干木头，就能升级木屋了。就在文熙高兴之余，殊不知另一边还在外的2个野人遇到了麻烦。一群野牛正喜喜地盯着2个野人，看模样是不杀掉他们不会罢休。2个野人交流了一下，灵巧的野人就闪身攀爬到了崖壁上，头牛顿时气得冒烟。很快，灵巧的野人又抛下一条藤蔓，把聪明的野人拉了上去。牛群气愤的当场去世。而文熙这边见砖块烧好了，2个野人还没回来，心急如焚的在屋里乱洗。你们终于回来了，担心死我了。自然结晶可与商人交易特殊物品啊，这算是这个世界的硬通货币吗？还有与商人交易，这都3天了，没见有人提起过商人啊。您好，领主大人，我是一名旅行商人，老远我就闻到您这里的饭菜香了，不知道我们能做一个交易吗？这就是商人，正愁没办法接触到商人呢。交易自然可以，不知道你要交易什么呢？我希望和你们吃一样的食物，然后作为交易内容，我允许你在我的普通背囊中选一样物品，如何？文熙听到这话，顿时来了兴趣，赶忙邀请商人进来一同吃晚饭。土拨鼠吃饱喝足后，把他背包拿了出来，倒了5样图纸出来。就这5样东西啊！真是对不起，我只是一个贫穷的旅行商人。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并不清楚商人的结构与名称，失礼了。哼，这次就算了，不同的商人带的货物大都不相同。如果说货物多，那得找贸易商队，而不是行脚商人。听到商人的话，文熙把目光看向了那5个图纸，不料全是草药图纸，而且还都是补药。这大补汤和强参汤都挺不错。人类，我劝你选这个。怎么，你这小气的土拨鼠，不会是舍不得这个配方吧？文熙没有理会商人，拿起了强参汤的图纸就制作，还当着商人的面连喝了3碗。这味道绝了，还别说，这强参汤还挺好喝的。你这么做会洗的，草药汤要分3次喝，而且每一次的药效都更强。你好好看图纸。不对劲，身体好热。我可以救你，但是这样一来我就违规了。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走得更远，吃了它吧。散药丸，它能散去身体无法承受的药力。文熙难受的没有犹豫，当场就吃下了散药丸。吃下的同时，他也倒在地上睡了过去。土拨鼠见状摇了摇头，准备离开。不料这时嗜睡的野人把文熙的自然结晶拿了过来。自然结晶，这是你们在灾难中寻得的吗？看着土拨鼠那惊讶的表情，嗜睡的野人没有理会，对着他挥了挥手，示意他离开。土拨鼠见状，赶忙溜之大吉。时间来到第2天早上，文熙这才逐渐恢复意识。他起身才发现自己的身材竟然变强了。好家伙，8块腹肌，就连大腿的赘肉也消失了。今天又多了3个野人。胆怯的野蛮人，他非常胆小，但他能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莽撞的野蛮人，他的莽撞也可能会给你带来好运。能吃的野蛮人，能吃是他的特征，力气大也是他的特征。这么算，我也有了11个野人了。但是那个嗜睡的野人和这个胆小的野人，简直是2个卧龙凤雏啊！文熙没有多想，就去弄了早餐。吃过早餐过后，这些野人身上的状态全都是不可采集。文熙今天便没有安排他们出去。就在这时，交易夜明珠的坤记发来的消息：大佬，我这里有骨针和纤维，不知道你收不收？烧啊！你有多少？骨针只有2根，不过这东西可以重复利用。纤维的话我有200，但是这东西都是无价的，不知道大佬您能给我多少肉？20斤肉换你的骨针和纤维，怎样？坤记通过上次的交易也知道文熙个性，这次直接爽快答应了。在交易完后，达文西立马用骨针和兽皮制作了一些皮衣。野人穿上衣服后的采集状态竟然又变成了可采集。这时聪明的野蛮人也主动提出要出去采集。外面还是太危险了，等着灾难过去吧。反正我们现在的食物也还很充足。野人听到这话也是有点失望。就这样，他们在屋子里躲了3天。第3天早晨，雨终于停了。由于3天又生产了6个野人，达文西这几天也消耗了1500斤耗牛肉，猪肉则是彻底吃完了。恭喜各位度过第1个天灾，雨过天晴是一个采集资源的好时刻。出发采集，得到达文西的命令，一行野人和狼朝着一个方向前进。嗜睡的野人则是看了一眼又睡了。达文西没有多理会，来到窑洞把砖块取出，随后又把那些潮湿的木头取出来晾晒。而野人这边也来到了一丛林之中，狼王对着野人发出阵阵低吼。聪明的野人对他点了点头，就和狼群分开了。野人一阵交流，也分成了4个小队行动。很快，第一队聪明的野人就发现了异样，有2头老虎正在互相示威，其中1头还喘着粗气，看样子是刚争斗完。聪明的野人见状没有犹豫，直接冲上来将2只老虎拿捏，便安排2个野人先将老虎带回，其他人则是继续搜寻。真不错啊，这才出去一会就搞到2头老虎了。达文西直接把2头老虎解剖了，把肉放到交易市场换了升级茅草屋的材料，随后又把茅草屋升级成了初级木屋。升级成功，获得以下特性：可
可加速恢复野人体力，增加野人的最大体力值50。太好了，体力上限提升了，意味着野人战斗力更强了。还有这个加速恢复体力，他们就可以进行更多次数的采集了。丛林部落求生第4天，暴雨危机已过，别人的野人已经嗝屁，我的野人第一时间就给我带回来了2头老虎。我利用老虎换来升级茅草屋材料进行了升级，很快又得了3个野人。温柔的野蛮人，他可能会带回来一些野兽幼崽。贪吃的野蛮人，他非常的贪吃，什么都会忍不住尝一口，这也给他带来了强大的解毒体质。愚笨的野蛮人，他非常的愚钝，所以不要试图教会他做什么，祈祷他不会给你添乱就好。达文西看着3个野人有些无语，他见天色已经渐暗了，就没有让他们出去采集。可除了带老虎回来那2个野人，其他野人一个都还没回来。你们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啊！然而野人这边还真就遇到了麻烦，由于他们采集的猎物太多，他们正在商量怎么搬回去。最终聪明的野人还是决定派人回去报信。就这样，疯癫的野蛮人跑了2个半小时，终于回到了木屋。好，跳得好，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看到的第1段舞蹈，你很有天赋。疯癫的野人见达文西没有理解他的意思，着急的再次手舞足蹈，这也把一旁嗜睡的野蛮人吵醒。嗜睡的野人见状，直接过来拉着达文西就朝外跑去。新来的3个野人和带老虎回来的野人也一同跟了过去。可刚跑一会，带路的疯癫野人直接停了下来，在原地拍起了手。太离谱了，这次看着不像跳舞了，这是犯病了吗？嗜睡的野人一巴掌下去，叽里咕噜的叫了几声，疯癫的野人顿时恢复了正常，便继续赶起了路，来到自家野蛮人这边。嗜睡的野人倒头就睡了。我热烈低马，我的野人这么勇的吗？都能猎杀大象了。达文西看着眼前的物资，顿时惊呆了。就在达文西惊讶之时，聪明的野人对着那3只大象比划着。达文西也懂了他的意思，原来是要叫他过来分解掉，好搬运回去。达文西没有犹豫，直接将3头大象分解了。分解完正准备返程时，恰巧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我立个斗，望开7彩夜明珠了，我们回不去了。野人听到达文西这话，顿时有些惊慌，而他们的发出的骚乱声吵醒了嗜睡的野人。嗜睡的野人醒后站起来，对着他们愤怒地吼了一声。躁乱的野人们瞬间安静了下来。而这时聪明的野人一直对着达文西用手比划着，看着他这么卖力的比划，达文西也知道了他的意思，当即在交易市场交易了木材和石头，将交易来的木材和石头做了一个篝火堆。这次真是草率了，来时走的匆忙，没有做标记，这下我们要嘎在迷雾里了。达文西见到野人们都沉默了，他为了转移野人心里的恐惧，把大象肉开始烤制起来。而经历过这一切的聪明野人，他双眼中闪烁着凝重的神色。达文西发现后，心中也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他便打开了聊天室询问起来：你们有人晚上在部落外露营过吗？我没有具体在外面试过，我的野人试过，但第2天我就发现我的人口变了，应该是洗了。大佬，什么情况？难道大佬被困在营地外了？在营地外过夜很危险的，我的野人就是过夜洗在了部落200米外的地方，洗相很恐怖的。你被迷雾困了没？那些东西可以用火驱散的。你也被困过吗？是的，之前和部落人一起出去采集，回来晚了点就被困了。能详细讲讲吗？迷雾里是有什么怪物吗？迷雾里有一种黑色怪物，这些怪物不会靠近火光。我1天没睡，第2天收获了一个蓝色晶体，还和商人做了一个特殊交易。除了只黑色的怪物呢？他们还有其他的特征吗？他们会在天空之中对你发动攻击，但是用火把烫一下它就会消失。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，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。果真有自然结晶，看样子篝火堆多了准没错。达文西想到这里，当即再次购买了木材，并迅速的制作起篝火堆。就在达文西制作中，一个黑色的影子朝他扑了过来，好在嗜睡的野人及时出手相救。谢谢了。随着达文西的鞠躬感谢，嗜睡的野人眼底闪过一抹诧异神色。不过就在这时，外围的篝火堆突然同时灭了。糟糕，黑影似乎变得更多了。云也没说会有这么多黑影啊，照这样下去要洗在这里。就在文西绝望之时，突然狂风大作，黑影的攻击也随之停了。就这样精疲力尽的他倒在地上睡了过去。等再次睁眼，时间已经来到了第2天。达文西没有在此多停留，捡了自然结晶就叫上野人返回了营地。然而回到营地便又有了3个野人在外等着他。聪慧的野蛮人，3胞胎的老大，必要时智商在线。聪慧的野蛮人，3胞胎的老二，听老大的话。聪慧的野蛮人，3胞胎的老三，听老大的话。这怎么越来越奇葩了？这他喵给了我3个二傻子。聪慧难道变成了贬义词吗？达文西看着眼前的野人，目前他已经有了23个野人。他又拿出图纸建造了几个茅草屋，然后派遣了19个野人出去采集。记己则是带着9匹狼和3个聪慧的野人朝着树林走去。很快白狼王就带着达文西来到昨天他们猎杀大象的地方。不料这时竟然发现了成群的大象正在一条快干枯的河边饮水。怎么这条河快干了？不是刚下过暴雨吗？难道是有某些天灾又要降临了？就在达文西疑惑之时，突然发现象群中竟有个人类。他没有着急过去，而是叫一旁聪慧的野人去把他叫过来。聪慧的野人脑子一开窍，似乎懂了达文西的意思。不料他刚冲出去就撞在了一棵树上，撞树之后他没有绕开，而是和那棵树死磕上。这一动静也是引起了河边那人的注意。这他喵是个狐狸啊！狐狸见状叫唤一声，直接闪身出现在了聪慧的野人身边。自然结晶的味道，拿出来。达文西看到狐狸的实力，很不情愿地拿出了昨晚捡的自然结晶。狐狸拿到自然结晶，顿时笑得像个孩子。
对了，你在里面挑选一样东西吧，算作我们的交易。未来7日局部天气变化预测图，里面是小狐狸自己推测的未来天气，准确率高达90%，不准也不能怪小狐狸哦。亮晶晶的蘑菇，这蘑菇里面含有剧毒，吃下去致死率高达80%。动物春天出勤记录，里面记载了大部分动物春天的习性，对于狩猎有着很好的帮助。就只有这3样吗？就3样，立即只选1样。可是上次见到商人和他兑换物品，都只是用一个自然结晶的呀，为什么到你这就是3个了？哼，你管我？那我选这个天气预测的吧。好了，再给你提醒一下，不要招惹这些动物了，它们要暴动了。说完，狐狸就飞快离开了。达文西也是听劝的，没再打这些大象主意。他打开了天气预测图看了起来。卧槽，这命部落求生第5天，暴雨危机过后，当别人还在庆幸时，我已经出门冒险，还偶遇了野外的行走商人，和我交易了一份天气预测图，从中我又得知了7天后将有干旱来袭。这天气预测图说7天后会干旱和动物暴乱，我得存够1个月的水才行。达文西随即就制作了100个木头，然后用了6天木材换来了3000升水。他见屋子里太乱，便叫了2个聪慧的野人过来整理。不料2个野人直接无视达文西的话，还对他翻起了白眼，直到他们老大对他们叽里咕噜了几句，2兄弟才肯过来干活。等等，不是往外面搬啊？丢卡面就很离谱，以后我再叫你们2个做事，我就是狗。不过这些野人好像从没洗过澡呀，太久不洗身体也容易患病啊。想到这里，达文西又兑换了一批水，让野人尽情的洗了4次。他则是来到砖窑旁把砖块提取出来，加上上次提取的砖块，他已经有了1000砖块。照这个进度，明天下午就可以升级到终极木屋了，木材也要提上日程了。说完，达文西就直接上架了1万斤大象肉收购木材，一时间聊天室里直接炸锅了，都是在讨论他收购木材的事，也有不少人猜测到他要升级木屋。很快1万斤大象肉就被抢空了，达文西也得了20万的木材。随后他又用图纸将木材全部升级成了优秀木材，最终只得了2万的优秀木材。距离升级还差8万啊。这样最少还得用4万斤肉去换木材。很快时间来到了晚上，野人又给他带回了10头水牛、5头野猪、15只鹿、1只老虎和2头大象。分解处理完后得了3万斤肉，他没有选择一次性挂出去，而是再次挂了1万斤大象肉便回去睡觉了。然而这时得聊天室里各个玩家看到，又是一顿议论。我原本以为今天得了1头梅花鹿就是很大的收获了，直到看到西哥上架的大象肉，我就是个垃圾。又是1万斤的大象肉，这最少的4只大象了吧？西哥这是搞了一个大象族群吗？这怎么可能打得过大象啊？就很离谱。你们还在讨论西哥多阔绰的时候，我已经偷摸的把部落升级到了木屋。我想我应该是除了西哥以外的第2人了吧？这条消息一出，众人见到更是羡慕不已。而这时的达文西已经睡着，根本不知道已经有人逐渐追赶上来了。很快时间来到了第2天早上，天气果然更加炎热。达文西安排好野人外出采集后，这时的云云也发来了信息：西哥，我这里收购了一份重复的图纸，想跟你换点肉。石墙制作1米需石头100。好东西啊！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，我确实很需要这东西。100斤鹿肉交换够不够？太够了，谢谢啦。其实这东西也是我用5斤苹果换的。苹果？我怎么把水果这么重要的东西忘了？这玩意可以给野人外出带着吃。你还有多少水果？挺多的，大概10斤左右吧。行了，这些都一起给我吧，我再多给你100斤鹿肉。这不行，我本来就占你便宜了，怎么还能贪得无厌了？达文西见云云拒绝，直接把肉交易了过去。云云见状，只好接受了达文西的好意。对了，作为上次你给我的情报，这回我也无偿给你一个情报，尽可能多收集水，到时候有你发财的。哎，发财？莫非西哥掌握了某种情报吗？云云心想没有多虑，也是听了达文西的话照做。达文西这边刚整合好物资后，这时木屋又生产了3个野人。勤奋的野蛮人，他总会想要做点什么。如果不命令他，他可能会好心办坏事。执着的野蛮人，他会照着一件事情去做，哪怕是你命令了，他可能还照着之前认定的事情去做，做到他满意为止。耳背的野蛮人，除了耳朵不好使，但他的心灵一定是美的。他见3个聪慧的野人和新来的野人没有提议，便让他们几个挖起了地窖，他则是在一旁监工。不出意外的，他又是倒头就睡了。等再次醒来时，才发现耳背的野人正在搬运挖出来的土往木屋堆。我立个斗，让你们挖地窖，你们别把土往木屋倒啊！没听清吗？我说别往屋子里扔土了。这次耳背的野人点了点头，达文西以为他听清了，结果他直接提了土进了屋里，不料一会就被嗜睡的野人丢了出来。嗜睡的野人也是哇哇大叫，准备和耳背的野人干架。别打架，别打架，这种你就好好教育一顿就行了。用这个。达文西说完就递上了一根藤条，嗜睡的野人接过藤条，对着耳背的野人象征性挥了挥，吓得耳背的野人顿时成了孙子。然后嗜睡的野人对着远处的空地比划了下，耳背的野人似乎懂得，连连点头。爸爸教育儿子真典型。嗜睡的野人教训完耳背的野人后又点头去睡。这时外出采集的野人带着制作图纸回来了。除了第1天得过制造图，好久没有得了。快给我看看！时髦制造蓝图，石斧制造蓝图。竟然是武器制作图，我这是算进入石器时代了吗？达文西拿着图纸有些激动，他立马用图纸给制作了30把。
然后随手把武器的图片发到了聊天室中，不料竟炸出了很多平时不聊天的女生。就在众人在讨好达文西时，一条消息的发出转移了话题。你们别整天想这些男女之事了，给你们提个醒吧，注意不要被他们喜欢上，或者和他们发生超友谊的关系，后果很严重的。这话一出，顿时让聊天室安静了，所有人都在等着下文。可那个人说完就没了动静。这都是壮汉，能有什么超友谊关系发生？达文西没有多想，让刚拿图纸回来的野人选了把武器，便继续让他去采集。这时又有3个野人带回来了4只傻狍子。傻狍子和解剖某地生产的傻狍子，这里也有，不过这些都嘎了。真想见一见活的，看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傻。老板，3怪收好了。太好了，终于把终极木屋的材料凑齐了。初级木屋当前状态可升级。升级成功。终极木屋当前最大容量人数3席人。随着系统音落下，达文西手里也出现了新的羊皮卷。此时的木屋状态又新增了畜牧栅栏和木质巨马设计图纸。这东西都太及时了，有了木质巨马，到时候动物躁乱就可以阻挡一下了。就在达文西高兴之余，白狼王过来对着达文西低吼了起来，看样子是要让达文西跟着他走。达文西见状也没有犹豫，就跟了上去。这你让我给他搞。命部落求生第6天，得知7天后动物暴乱，当别人还在安于现状时，我第一时间收集物资，将木屋再次升级，还在交易市场疯狂囤水。这时自家的狼也给我带来了惊喜，还好动物世界看多了，要不然真搞不定。天色也晚了，还有个野人没回来。什么声音？达文西听到另一边有些动静，赶忙和白狼王过去查看。不料这时有一群傻狍子正在他木屋旁蹦蹦跳跳。达文西来不及多想，直接让白狼王和他手下把这群傻狍子控住。然后他迅速用栅栏图纸制作了栅栏，围住了这群傻狍子。围住后，他又是惯例的截图发到聊天室里，装了13。他这话一出，聊天室里又是一阵讨好声。他见13装成了，便去清点今天的物资。今天的野人一共又给他带回了狮子2只，傻狍子4只，犀牛2只，斑马2只。他没有多想就全部捡回，得了17800斤肉。随后他再次挂出去了1万斤，换取木材和石头，便去睡觉了。很快时间来到第2天早上，达文西刚起床就见到了3个新人。爱跑的野蛮人，他热爱奔跑，哪怕是猎豹也不能在短跑上胜过他。独眼的野蛮人，他的视力非常好，经常性吃饭都吃不到嘴里。强力的野蛮人，他的力量极大。太离谱了，每次都有残次品，独眼就算了，视力好到饭都吃不进嘴里。去，都出去采集去！达文西打发走几个野人外出采集后，便出门查看情况。不料他出到外面后，惊讶的嘴巴都掉到了地上，一座由土堆起来的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我操！这执着的野人也太执着了吧！这是挖了一晚上吗？可以了，不用再挖了。达文西这话一出，执着的野人并没有停下的意思。他暗暗想了想，只能让他去做其他事情。于是他又是拿出了图纸，做了2个木屋。木屋特性1：减少炎热和寒冷带来的影响。特性2：岩石腐败，水源不蒸发。不错，这属性正好是我想要的。好了，你去给这2个新屋子里都挖一个大大的坑，以后我们要在这里面出水。这话一出，执着的野人这次终于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从洞里跳出来看着2间新木屋，随后他又进了地窖里。正在达文西疑惑之时，他突然又跳了出来，不过这次他手里拿上了他的刨土工具，朝着木屋走去。达文西则是进入了地窖查看。我热烈低马，这最少得有200瓶了，出水的话可以储存多少呢？想到这里，他手上也不闲着，直接开始在交易市场扫购水。买了足够多的水之后，达文西又开始着手制作起了简易的木桶。他这一制作就是5000个，花费了25000的木材。达文西这一举动，而这时的聊天室更是纷纷猜测他的下一步动作。西哥刚从我这买了1000升水，他这是要养鱼吗？不可能的，养鱼我试过了，就算是在水源旁边养，都会全部养死，就好像违背了游戏规则一样。是啊，好像圈养不了动物。我试着活捉过一些兔子什么的，根本不能圈养。难道西哥是获得了相关的图纸？达文西看到聊天室的推测，并没有出面澄清。这时另一边外出采集的野人又遇到了牛群。牛群的同伴上次被这群野人杀害了，也是显得格外生气。聪明的野人叽里咕噜了几句就冲了出去。原来这次他想用祭己作为诱饵来引诱头牛，从而其他野人好对其他野牛下手。面对野人的冲击，牛群没有妥协，选择了迎战。就这样两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2个半小时后，野人这边也是成功拿下了牛群。这些都是你们杀的，一整个牛群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要把这个东西献给我吗？你是想说你把斧头弄坏了是吧？没事，这东西坏了就坏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重新给你做一把。牦牛和解剖，达文西直接把牦牛分解了，得了44000斤肉。他再次放了1万斤肉上交易行换取水，然后着手准备午餐去了。吃过饭后，所有的野人体力也恢复到了最佳。下午再出去采集一次，记住一定要在太阳落山前回来。听到达文西的叮嘱，野人发出叽里咕噜声，便再次出去采集了。这时他才想起交代执着野人的挖坑的事，他赶忙来到木屋查看。
结果刚进屋就差点当场领了盒饭。我丢卡面，直接在屋门口挖坑，就很离谱。达文西说完，看了看执着的野人，并没有在这间屋里，便直接在交易市场收购起了水。这时聊天室内的玩家们见到达文西又在疯狂扫水，再次热闹起来。西哥这么疯狂扫水到底是为啥？我好想知道啊！这谁知道呢？别老发这么短的话来浪费发言机会，你们要像我一样学会成长。所以西哥为什么大量买水啊？就在他们讨论的这段时间，达文西直接完成了2个木屋水池的储水，而执着的野人回来查看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焦急地跑出找到达文西，一顿叽里咕噜的询问。不用挖坑了，你挖的已经可以了。听到达文西的解释，执着的野人扭头就走。好，有个性，你有个性，有个性你就别理我。达文西没有多理会野人，则是清点了下现在的物资。由于他大量抛售物资换水，现在他也只剩木材60万、石头21万、兽皮31、骨针2、纤维240、牛肉干700和牛肉2万9。到了晚上，野人只给他带回了2头野猪、1只豺狼。达文西解剖完后回到房间倒头就睡。到了第2天一早，这时木屋又生产了一个野人。通言的野蛮人，他可以熟练的运用各种语言，可以和任何物种交流。这太好了，那个通言的野人。丢卡面，果然是个坑货介绍，又给我整这个。既然无法交流，那就出去采集吧。打发走野人后，达文西记起来到了木屋后面，不料刚走几步就被惊呆了。这他喵的又是执着的野人干的。明部落求生第7天，干旱即将来袭。当别人才意识到危机时，我已经做好十足准备。接上集，我安排执着的野人挖坑囤水，不料他不听指挥，直接把周围挖满了坑。这又是挖了一晚上吧？还好这里木屋有些距离，不然季人路过都得中招。达文西看着这满地的坑，想起了7天后动物暴乱，他直接动手用土纸做了一些石墙，不料做出来的石墙只有1米宽和高，他只好又用巨马土纸制作了一些放在石墙上。忙完这一边的东西后，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，这时还没有一个野人回来。我丢，坏了，忘记烧砖了。达文西说完就去烧砖了。这时野人刚出没多久就发现了一个羊群，通年的野人竟然直接模仿出羊叫的声音，直接把羊群骗得主动跟他回家。达文西这边此刻正操作完砖块烧制，远远就听到了羊叫的声音，他见状没有多想，立马制作了一个简易的畜牧出来。通年的野人也懂达文西的意思，不慌不乱的叫羊群进去。好样的，你辛苦了，先去休息下吧。很快时间来到了傍晚，天空的太阳也变得不对劲起来，温度也变得格外的热，聊天室里的人也开始纷纷抱怨起来。这鬼天气怎么说热就热呢？我今天都洗了2次冷水澡了。别抱怨了，我的野人热的都不出去搜寻物资了，气死我了。我家的也是，刚下完暴雨，我以为可以舒坦一回了，可这才几天就热死了。看样子他们还没人发现河水快干枯的现象。怎么回事？达文西听到白狼王的叫声，赶忙出去查看，原来是有另一群野狼攻击过来，但是还没战就又撤退进了树林。就在达文西放松了警惕时，一头野狼无畏生死的冲了过来，好在聪明的野人及时出手将其拿下。此时野狼群也再次发动进攻，朝着没有巨马的一边冲了过来，全体都有，准备迎敌。就在野人在原地准备防御时，这次白狼王直接带着狼群主动攻了上去，就这样自家的狼和野狼群展开了打。几分钟后，所有野狼也是全被歼灭，达文西也是第一时间将野狼群解剖了，随后便打算在聊天室里问一下其他人有没有出现这种情。不料这时聊天室的人已经在讨论这事了。我干，你们知不知道我这里竟然被骆驼进攻了？他们不是友善的吗？就很离谱，搞得我洗了2个野人。骆驼，那你还好，我被鳄鱼进攻了，不过我把他们都抓起来了。楼上狠人，我被狼群袭击了，我猜测这次动物袭击跟我们所处地方有关。达文西看到大家都被袭击了，也就没多发言，倒头就睡了。很快时间来到第2天早上，达文西早早的就带着几个野人出门了，他要在干旱来之前收集足够的草来喂羊群。而这时的其他玩家也发现了天气开始不对劲。卧槽，你们发现了没？河水几乎干涸了。河水干涸，别闹了兄弟。对，卧槽，是真的，交易市场的水开始下架了。什么鬼？下架？快去抢啊！感谢大佬提携，今日之恩没齿难忘。这云还算有点脑子，照我说的去做了。行了，我们回去吧，等中午就热得要命了。达文西没有在外多待，摘了点草就回到了基地。回到基地后，达文西让野人们洗了次澡。西哥，今天晚上那些动物不会暴走吧？我听到有老虎的声音了。不会。那就好，西哥果然有预知灾难的东西，幸好认识你。但是明天他们会发动总攻，到时候抵挡不住是什么后果，我也不知道。大佬，下次拜托你一次性说完，这么晚我心脏受不了。怎么又叫了？达文西听到白狼王的嚎叫，又出了外面查看。只见这时的月亮变得格外圆，原本晚上的迷雾也随之消失了。这时的野人状态也全部是可采集状态，就连嗜睡的野人也没有像以往一样在睡觉。奇怪了，难道这算是某种隐藏任务？不管了，既然能采集，那就去采集。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说不定今晚能有意外收获。达文西直接下了决定，安排嗜睡的野人带着20个野人和狼群一同出去采集，剩下的野人则是和他守着部落。嗜睡的野人见到达文西让他们夜间采集，对着达文西深深的点了点头。
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啊！就这样，达文西在野人们出发后，一直在屋外等着。2个半小时后，野人们一人扛着棵树木回到了基地。这正是升级高级木屋所需的木材。达文西当即打开升级面板，这时的升级所需材料刚好够，他想都没想就把木屋升级。高级的木屋特性1，可以更快速的恢复部落人的体力；特性2，能够提升部落人的最大体力值；特性3，能够建造稍微复杂的动物围栏；特性4，可用100万木材直接重新建造。除了外观变高级了，其他特性好像没太大变化，还是看看羊皮纸有什么新东西吧。牧羊鞭可以用它来放羊，水槽可以给动物储水。这2样还不错，对我以后的养殖业挺有帮助的。西哥，你让你的部落人出去采集了吗？我就知道西哥一定是有胆魄的人，就是不知道西哥收获了什么。我收获了一种石头，但是现在用不到啊。稀有的承重岩石。这东西是你晚上采集回来的？是的，你的野人给你带回了什么？我也不瞒着你，我得了升级高级木屋的100年稀有木，而你手中这个应该是升级初级砖瓦屋的必要材料。听到达文西的解释，云云也知道了这个图纸的珍贵，但他还没有获得稀有木材，便把图纸给了达文西。世界灾难已开启，天旱即将来袭，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。林部落求生第8天，干旱灾难正式降临。得知动物即将暴乱，野人还在不知所措时，我已经做好了十足准备。卧槽！没人告诉我这次袭击还有鸟啊！看来这些鸟的首要攻击目标不是人类，而是这些牲畜。老子辛苦这么多天才弄来的牲畜，怎么可能全让你们给杀了？达文西说完，愤怒地拿起石斧就跑到羊圈这边。来到时，羊群和傻狍子已经被啄得狼狈不堪了。达文西也是用石斧对着天空一阵乱砍，然而这些攻击对啄木鸟没有起任何效果。对了，老子有牧羊鞭啊！想到这里，达文西当即制作了一个牧羊鞭。他拿到鞭子的瞬间，直接打出了一套闪电的羊鞭。有了合适的武器后，达文西也是控制住了局面。不料这时在攻击野人们的啄木鸟不对劲，全部集体把攻击对准达文西。我操！年轻人不讲武德，围攻老子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年轻人，你不讲武德，那就别怪我不讲道德了。逼我用化学武器，这下看你们还怎么嚣张！你们几个清理一下这里吧，这血腥味太重了。野人们一脸懵逼，达文西只好让他们先去打水过来，他则是将战败的动物全部捡回。这次他一共收获了9500斤肉和58张兽皮，2只活的啄木鸟。所有人把水泼在地上，然后用土把这边的血盖一下。几个野人听后开始行动，不料聪慧的野人3兄弟这时又出了意外，直接把水往身上冲。没想到这下冲得野人兄弟手机进水了。手机进水不要紧，可以转换一台。我这台华为 Mate 40 Pro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，省下来的钱都能再买2双球鞋了。而且转是个官方页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，比一般的二手要靠谱。上面的二手笔记本也挺划算的，推荐你也去转。达文西见此也没多理会。反正水多，让他们洗澡的同时把地收拾干净就行。达文西见打了胜仗，便把今天的收获发到了聊天室里，顺便看看其他人被动物进攻后的样子。我操，羡慕大佬的一天！我现在都被追杀出了部落，我正躲在部落外面看着那群野兽占据我的部落。我还好，击退了那些野兽，收获也还不错，而且野兽的血还挺好喝。对呀，木水的话，我们可以喝这些血啊，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。打断一下。谁有稀有承重矿石，联系我一下，我出3倍的生存物资收购。达文西发布了这条消息后，便关闭了聊天室，来到了砖窑把砖块提取出来，他的砖块数量也达到了2500。友情提示：受到天旱影响，所有野兽危险程度+1，请小心野兽的袭击。又来了吗？达文西这次不敢前往查看，他跑到树屋2楼观察起情况。果然羊圈这边一只羊跑了出来，达文西当即在树屋叫白狼王前去拦截，好在及时发现，这才没有造成损失。很快夜幕再次降临，野兽的嚎叫声再次响起，但这次野兽并没有发动进攻，很多人整夜不敢入水。达文西看准时机，把3万升水上架到交易市场。这时聊天室里的人又是一顿议论：干了，这些可恶的商家发灾难财，以后别让老子遇到你们，不然老子肯定剿灭你的部落。别，兄弟，别激怒水商了，他们在这种时候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兄弟们快去买啊！现在已经有大批量上架100亿木材换水的了。幸好那天遇到了狐狸商人，不然的话我应该也和这些人一样了。达文西大概玩倒头就睡了。很快时间来到了第2天早上，木屋外一大早就来了一群牛，自家的野人也抄起武器进入了战斗状态。达文西也没敢下楼，在楼上观战。卧槽，这群牛的体型也太大了吧！这要是杀了解剖，怎么也得2000斤肉吧？面对大体型的牛群，野人这边战斗力显然是有些不够。好在执着的野人挖了足够多的坑，这使得很多牛在冲锋的时候掉进坑里。野人见有了优势，便上前迎敌。就这样，两边展开了一场大战。2个半小时后，不少野牛已经被征服了，还有剩余几只则是逃跑。达文西也没让野人继续追上去，因为有些野人的体力已经下降到冰点。这下芭比 Q 了，这天气炎热，野人的体力下降的也快，万一这牛群杀个回马枪，可就偶林嘲讽。你们快去冲个澡休息下，这里我来善后。
2和解剖。解剖，达文西把牛群解剖完后，又得了23000斤肉，这也使得原本见底的存粮再次回升。就在他打算回屋拿水清理战场时，突然传来一声牛叫，这声牛叫直接让达文西再次戒备起来。他沿着叫声一边走过去，原来是还有几头牛掉到了坑里。他见状又建造了个木屋，将几头还活着的牛养了起来。忙完这一切，他便回去洗了个澡，悠哉地看着聊天室里的情况。完了完了，我这里来了一群犀牛，他们竟然会冲阵，直接把我房子冲没了。这么强，我这里就是来了一群鹿，他们把我的茅草屋啃了一部分，然后就走了。这群变态的野兽，一群兔子过来拆我祠堂，痛惜我了。我现在下面还在流血。你们快看，那群狗水声又抬价了，为什么他们的部落没事啊？达文西见状也忍不住打开了交易市场，这时的水价竟然涨到了150木才换1升水的地步，他随即也跟着上架了5万升水。有钱不赚是傻子。很好，今天这批砖出来就有4000了。今天起床后并没有什么动物过来暴走，达文西也放松了警惕。他先是打开了交易市场查看水的情况，不料这时发现竟然有人在抛售砖块，他想都没想直接用3000肉拿下了3000砖块。这时他的砖块数量也来到了8000，交易完后便照旧打开聊天室，不料这时的聊天频道里都是一阵叫惨声。我的部落已经饿死2个部落人了，好伤心啊！求求大佬们给我点吃的吧，我的部落几乎洗绝了。求求各位给口吃的吧，我的鳄鱼宝宝快要饿死了。鳄鱼爸爸威武，求水，人家这都饿小了。妹子私聊，食物和水，你鳄鱼爸爸有的是。轰，这就上钩了，想要我你也配。眼前这个女的是玩家里为数不多的满部落人玩家，她部落里最差的野人都是正常人，没有像达文西一样有些残缺的野人，加上她一直在聊天室里骗吃骗喝骗资源，她的实力已经非常强悍。小姐姐，来，这些水和食物先给你垫先。小女子献美梦，感谢公子的馈赠。明部落求生第9天，干旱已过，酸雨即将来袭，所有人都在庆幸时，身为主角的我时刻打醒着12分精神，在市场疯狂囤物资发育。风云凝聚，这是要下大雨的前兆啊！这个温度不仅没有下降，反而更加闷热了。达文西见天气异常，赶忙打开聊天室看有没有信息，不料这时的人都在兴高采烈地讨论着下雨。与此同时，交易市场上水的价格也调回到了原来的样子，而这时不少人认为要下雨了，便把存的水全部上架了。达文西见状，直接收购了20万水。不好，是酸雨。达文西说完，赶忙回到了屋里。这时的其他人也都发现了异样，纷纷在聊天室里讨论了起来。神啊，救救我吧！我现在浑身烧灼的疼痛，这让我怎么活啊？你还好，只是烧灼的身上，我直接用嘴巴接的，舌头直接干烂了。你们只是烂了表面，我是烂了男人最重要的地方啊！我没衣服啊！这话一出，玩家们纷纷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就在他们反应过来水源时，这时的水已经全被扫购一空。我操，水源市场空了，到底是谁拿了水源啊？水是谁？刚才洗劫了我的水源，兄弟这么做不地道啊！所以麻烦把水还给我。就在达文西还在庆幸时，酸雨也下得更大。其他几间茅草屋也正在被腐蚀，达文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，他没多想倒头就睡了。很快时间来到了第2天早上，酸雨依然没停，达文西只好在屋里烤起了肉，他还不忘在聊天室里装了一波13，这也使得原本沉默的聊天室炸了起来。他也从聊天中得知了优秀的石锅只有季即有，于是他产生了个大胆的想法，直接制作石锅出售。没想到刚上架就被秒了，就这样他搓了一整天石锅，最终上架了1万个石锅，换来了50万石头。无惊无险，又到6点下班。什么情况？雨停了，还搞了2道彩虹在我这是什么意思？达文西见到彩虹落在自家部落，没有多想就走进了查看。当他来到彩虹旁边时，突然一个私聊界面出现在了他面前。请问你那边有食物和水吗？我的部落快坚持不下去了。是否接受王德发的归降？温馨提示：对方归降后，升起大权掌握在你手中，忠诚度高于60级为不可叛变，忠诚度过低可直接诛杀。还有这操作，这不会是要出什么新规则了吧？既然能查看忠诚度和诛杀，对我没有什么不利的。接受归降。就在达文西选择完后，彩虹发出了刺眼的亮光，随后达文西面前就跪着一行人。我的投降就投降，我怎么还跪下了？不用行此大礼，爱卿请起，快请起。那个，我是叫您主人还是？叫老板吧，叫主人总感觉怪怪的。好的，老板。那个老板，能不能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？我们好多天没吃东西了。没问题，不过我这里的木屋可能装不下你们这些人，我再建2个小木屋给你们。感谢老板。这些你们先拿去吃吧，我顺便研究下投降之后你能做什么。王德发点了点头，便去吃东西了。这时另一条彩虹也发来了私信：达文西，不会是聊天室上经常传的西哥吧？不敢当。怎么，有没有兴趣臣服于我？臣服后我们全力对挡，我不会命令你做任何事情，但是发生了战争，我们要一致对外，强联手，你觉得怎样？哦，联手？那为什么不是你臣服于我？臣服你一条老，你也配？那还废话什么？我们现在面前就2个按钮，既然谈不拢，那就宣战吧，用实力说话。你个喜男人，竟然不知好歹，那就战！
失败的一方为卑为奴。双方说完就出现了对方的位置图纸。就在达文西还在犹豫要不要过去攻打他时，野人们拿着武器叽里咕噜地对着达文西喊道，很明显他们是在表达战斗的情绪。既然这样，目标敌人大本营，我们一起出发。达文西下达命令后，野人飞速带着他朝目的地跑去。另一边的谢美梦并不知危机正在临近，他还在思考如何进攻达文西。根据战争提示，只要将对方的主建筑物破坏，就算胜利。你们两个去偷袭达文西大本营。野人接受了命令后，直接跑出了营地。他们也是聪明的选择了野路，没有和达文西他们碰头。达文西这边一路急行军没有停留，终于在临近傍晚赶到了谢美梦附近。而这时的野人体力都已见底，他们选择了原地休息，等体力恢复再进攻。达文西拿出了食物和水，让野人们吃个痛快。就这样吃喝休息了2个半小时，他们的体力终于恢复上去了。进攻，直取敌军谢美梦部落。达文西话音落下，野人像发了疯似的朝谢美梦部落冲去。谢美梦也很快听到了外面的动静，然而这时的他丝毫不慌。哼，愚蠢！明明有机会偷袭，却选择正面袭击，真不知道是傻还是什么。全体都有，准备迎敌。人民部落求生第10天，酸雨灾难已过，新功能刷新，部落之间开始进行战斗。失败的一方即将成为奴隶。接上集，敌方阵营谢美梦不讲武德，准备偷袭。达文西正面冲锋，双方即将展开大战。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有这种武器？小子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投不投降？哼，我这么大的美女，你竟然叫我小子，瞎了你的！说，继续往下说。你要知道，宣战了我就有权利杀你，你怎么敢满嘴胡沁呢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，我错了。那你现在要杀了我吗？达文西没有理会他，观察起了他的发展情况。这时细心的他也是发现了这边少了2个野人，少了2个。他这么富裕，不会养不起30人？难道他让人去偷我家了？你这里怎么才28个野人？还有2个去哪了？这个呀，他们酸雨出去采集洗在外面了。老板，我们抓到了2个鬼鬼祟祟的家伙，看他们样子是想烧掉我们的部落。小子，你不老实啊，差点我就信了。哪有？如果欺骗了你，就让我后代世代为娼。你这个誓言够毒的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部落传过来消息了，说是抓到了2个野人，好像是想烧掉我的部落。可恶，竟然没得逞。达文西没有多说，把谢美梦押到了外面，然后便把他的部落拆了。恭喜您歼灭谢美梦部落。由于您是第1个歼灭部落的人，是否将名字公布在世界聊天室？不公布。随着达文西话音落下，紧接着聊天室里出现了游戏通知。特别提示：玩家星号西在部落相遇战中首次达成成就，征服1个部落，歼灭1个部落。鉴于星号西的优异表现，天害灾难延迟3天，请3天内各部落进行最终决战。我臭，大佬就是大佬，这游戏第1次的聊天室发言就给了西哥，而且还是2次。感谢西哥争取的天害延期3天，掠夺真的爽。看这个设定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3天之内进行决战，如果我们就是不打的话，难道还能强迫我们不成？挨扒面吗？说好的不公开，结果就是不公开姓氏。系统提示：谢美梦部落已经歼灭，谢美梦全体部落人降级为奴隶，玩家谢美梦降级为奴仆。点击查看详情。还有这种操作？谢美梦，身份奴仆，特性1，不能违背主人的命令；特性2，永远不能做出伤害主人的事；特性3，主人是达文西，属于私人财富。这些人都和王德发一样，可以查看忠诚度。这游戏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走吧，咱们启程回家。遵命，主人。达文西没有理会，直接带着野人启程回家。经过了2个半小时，他们也是回到了部落。这时的王德发竟然私自建造了一些石墙，把部落围了起来。王德发，这些都是你做的？是啊，我的部落人在投降你之后多了一项建筑能力。你不是有石墙的图纸吗？我被共享过来了。然后你们家的是睡野人叫我动工的。你做得很好，咱们晚上加餐。还有你身上都馊了，去取水洗个澡先吧。王德发听后高兴的去打了水，然后走进一间木屋，将门关死。达文西见后也是有些不解，大小伙子的还躲躲藏藏的。达文西摇了摇头，没有多想，只是在心里默默给王德发打了一个太小自卑的标签。随后他便回到木屋清点当前物资。这时的他已经有了木材120万，石头58万，砖块1万，兽皮160，肉18000斤，稀有承重矿石89。他见升级砖老屋的砖块已经够了，现在就差稀有的称重矿石不够，他便又打开交易市场上架了几把石斧换取。把石斧挂出去又增加了别人战力，可惜食物又换取不到了。主人呢？有什么烦恼吗？不妨和奴家讲讲。说话正常点，我想收购稀有的承重矿石，怎么，你能帮我？这个嘛，奴家不敢把话说得太满，但是奴家可以试一试。那可以，我的收购价格你应该也知道，用我给的价格能收购来最好，不行也没事。好的，主人。谢美梦说着就打开了聊天室，在上面发布了一条显眼的话：
还附上了一张自拍。不一会就很多绅士过来私聊，表示愿意和他交易。就这样，谢美梦很快就用了极低的价格收购来了30块稀有的称重矿石。离谱了，一群舔狗，男人就差别对待，以后不做冤大头了。这种交易的事情全部交给你了。感谢主人。那个主人，我想有间自己的木屋可以吗？和这些野人睡一起有危险的。有危险？我天天和这群野人住在一起，安全真的。主人，他们深夜可能会对你动手动脚的，我之前就试过了。我操！还有这种操作？难道是我平时睡得比较死没发现？那就给你一间木屋吧，和那个王德发一起住。谢美梦见状也没介意，直接往王德发的木屋走去了。很快时间来到了第二天早上，一声惊叫打破了早晨的宁静。年轻人这么会玩吗？大早上就玩得这么欢？难道这个王德发还是个短小精悍的类型吗？你怎么会出现在我的木屋里，还跟我睡一起了？有什么关系吗？反正都是女人。怎么没关系？你这就是非礼，强闯民宅！喂，你这个家伙，本小姐都没嫌弃跟你睡一起，你倒是嫌弃起本小姐了。算了，不扯这个了，你要保密我的身份。保密是吗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是女的。好，我给你保密。主人连我都看不上，会看上你？什么玩意？另一边，达文西把砖块提取出来后，将高级木屋升级成了砖瓦屋。砖瓦屋特性1，体力恢复速度翻倍；特性2，最大体力增加100；特性3，坚固稳定耐高温。太好了，看下这升级送的图纸先。火把制造蓝图，加绒兽皮衣制造蓝图。不错，这2个都是实用的东西。如果这次来的不是天旱，而是雪灾，那估计喜的人会更多。声音部落求生第11天，部落混战以来，我成功收编了2名玩家，这也使得原本要来的雪灾延期了3天，好让我有足够多的时间准备。别挖了，去外面挖！执着的野人听到达文西叫他换地方挖坑，立刻就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从坑里跳出来，疑惑地看着达文西：“你去那边挖，最好给我挖一个护城河出来。”执着的野人听到达文西这话，瞬间就来了兴致，一下就冲了出去。我操，这都是些什么神仙野人啊！自从收编了2个玩家，达文西也闲了起来，于是他打开了聊天室，准备消遣一下时间时，不料这时的聊天室里都是在讨论部落争斗的事。我部落30个人跟一个16个人的部落打了2天，我洗了14个，他才洗了3个，我都要气死了。你还好，我是1个人打2人，他们都是串通好一起攻打我的。气哭了，他们2个壮汉欺负我一个小姑娘，我好害怕。万一战败了，听说要做他们的奴仆，那我还不如洗了算了。看样子还是女性部落少啊，还好我运气好，遇到第1个玩家就是愿意投降的。第1次部落战争已结束，天旱灾难结束。又一个灾难过去了，下一个不知道会是什么呢？西哥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你没看到之前的系统通知吗？抱歉，我真没注意。醒来之后就发现我的野人和别人打起来了，这几天一直在忙着打架。这小妮子还挺狠的。对了，西哥，那你是怎么对待那群奴隶的？怎么对待？就正常对待啊，养好了他们还能当肉炖呢。那玩家呢？玩家的话看你心情了，觉得没用，杀了又何妨？反正奴仆的生死大权都在你手中。明白了，我知道怎么做了，谢谢西哥。鱼私聊完后，便叫上了2个人，来到了一个山坡处，然后叫他们2个互相残杀，便转身离开了。2个人手也是不受控制，就掐住季己的脖子，直到窒息而死。这时达文西这边的野人也在哇哇叫的要求出去采集，他没有拦截，就让他们外出了。季己则是在部落逛起查看情况。经过昨天王德发的一轮扩张，窑炉也新增了2个，还有一个木屋专门储放砖块。什么玩意？王德发可以自己自作主张弄这么多东西，还有这砖块多了500，难道是谢美梦？主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个你别管，外面那2个窑炉和这些砖块是不是你换的？对呀，是我弄的。你哪来的资源？不会是骗来的吧？也不能说骗吧，要怪就怪那群男人太傻了，随便勾勾指头就会给我送物资，我也没办法呀。这么干，王德发知道吗？知道啊。这是什么神仙夫妻？一个短小无力，一个放荡不羁，还都不嫌弃对方，就很离谱。主人没什么事，我就去忙了。去吧。就在达文西感慨时，窗外突然飘落了一阵雪花。达文西当即一愣，赶忙打开聊天室查看其他人有没有发生这种情况。不料这时聊天频道早已炸锅。这是神马情况？难道旱灾和雪灾要无缝衔接吗？太恐怖了！我现在是一点过冬的存粮都没啊，这可咋整啊？赶紧吧，趁着现在学校，还不快去采集物资？这话一出，聊天室里的人都赶忙去采集粮食，而另一边达文西的野人这时也正在给他采集。他们正包围着一个鹿群，这次他们没有使用暴力，通颜的野人直接模仿出鹿的叫声，骗得这群鹿主动跟他们走。再回到一处池塘边时，他们又发现了一群鳄鱼浮在水面。聪明的野人叽里咕噜了几句，野人们就扔出了手里的石矛，狠狠地刺在鳄鱼身上。最终他们把鳄鱼全部猎杀了，准备返程。达文西见雪越下越大，野人们穿着的比较少，他担心野人会冻死在外面。他们回来了。鳄鱼可解剖。达文西见状，直接将鳄鱼解剖，得了18000斤肉，这也使得他储存肉直接突破3万。新的天灾，雪夜开启。天灾开启那一刻，聊天室内直接炸了起来，
所有人都在抱怨没准备好就开始。我臭，现在这就开启了，这一点准备都没啊！我的野人出去采集还没回来呢。我的也是，巧合了，要不我们出去找一下他们？我倒是挺安全，就是这个血液是什么意思？当玩家们都在不知所措时，达文西这边也在木屋里生了一个稳定的篝火堆。他有了加绒的兽皮，也是丝毫不影响他倒头就睡。很快时间来到了第二天早上，野人们一大早就在用简易的工具在地上铲着雪，并将地面用木板铺了一层。聪明的野人则是带着几个野人在等待达文西命令。你们这是想要出去采集？现在天灾正在爆发中，我不确定天灾会不会突然发生大的变化，所以你们确定要出去采集吗？好，既然你们有信心，那就出发吧。野人们得到了达文西的同意，转身朝着外面走去。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一个山洞外面。聪明的野人也是派聪慧的野人三兄弟进去查看。三兄弟点了点头便进去了，不料刚进去就只听到了惨叫声。原来洞内是往地下流，三兄弟直接摔倒了洞。他们站起身，见自己还好好的，在原地欢呼起来。这一举动也是引起了蝙蝠的注意。三兄弟听到蝙蝠叫声，胆子都被吓破了。他们慌乱之下正准备逃跑，不料太聪慧竟然跑反了方向，往洞的深处跑去了。没想到他们误打误撞，竟然发现了。人民部落求生第12天，雪灾突袭，所有人都没做准备时，我的野人给我带回了丰厚的物资。接上集，野人们冒着大雪陪我出去采集。聪慧三兄弟误打误撞发现了矿物，给我带回了稀有材料。钟乳石，你们3个要么不出去，一出去给我带回来这东西，多少有点奇葩。钟乳石可研磨。达文西看到这新字眼，没有多想就把钟乳石研磨了，最终得了一种特殊的白色粉末。太离谱了，终于找到升级砖瓦屋的材料了。看来这几个聪慧的野人还有点用啊！你们还记得刚才那个位置吗？那等下带我过去，这些东西很有用。听到达文西这话，3个野人连连摇头，尤其是老二的脑袋摇得直接飞起来。怎么不愿意去？你们带我去拿到这玩意，晚上就加餐，煎牛排，谁拿得多就给谁加。听到达文西这话，3个野人顿时来了兴趣，拿起达文西就冲了出去。来到洞口处时，几个野人又怂了。达文西也是注意到了他们身上的牙印，便制造了3个火把给他们。可即便如此，三兄弟还是在推推搡搡。达文西没有多言，直接一脚将老二踹了下去。老大和老三见状也不犹豫，跟着跳了下去。这次有了火把，蝙蝠也没再去咬他们身子，而是都追着屁股。看来下面情况很复杂啊，有火把都还不好使。很好，继续进去搞。对了，为了更快采集物资升级，我特意换了新电脑，剪辑快多了。旧的联想拯救者我放转转上回收了2400多，像我换下来的旧笔记本、手机、相机啥的，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特别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PP 就对了。就这样，野人又再次进入了洞里，来来回回跑了10几次，带出了300的钟乳石。达文西见状，直接将这些钟乳石研磨，得了51份特殊的白色粉末。就在他们准备返程时，一只熊阻挡了他们的去路。不好，怎么惹到这家伙了？就在达文西以为要在这领盒饭，3个聪慧的野人抄起石斧就冲了上去。卧槽，这3个野人竟然这么猛呢！太强了，不过可惜了这张皮毛了。北极熊可解剖。达文西没有多想，直接把熊解剖了，最终得了1200斤肉。他将东西收进仓库后便开始等着。经过2个半小时后，他们终于回到了部落。这时达文西才发现聪明的野人等人还没回来，他不由得有些担忧起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开始升起了迷雾。不好，夜晚降临了，你们千万不要出事啊！达文西焦急之余不忘开启了7台夜明珠，他很快也发觉了这次迷雾有些不同，赶忙出去召集人马下令进入战备状态，所有人拿上武器。这啥啊？这鸡长得怎么比今天那熊都大？那个老板，我们跑吧。跑什么？能跑哪里去？不过我记得迷雾中的东西应该是黑影怪才对啊，还会产出自然结晶。干嘛？嗜睡的野人，关键时候还得是你啊！这次我们打得过吗？嗜睡的野人听到达文西这话，重重的点了点头。达文西见他这么自信，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，他便带着王德发和谢美梦滚回屋里。达文西回到屋里，还不忘在聊天室里装了下13。太恐怖了，这就是迷雾中的怪物吗？上次还有人骗我去迷雾里寻宝，说有什么自然结晶，原来是想要害死我的。这个仇我记下了。不可能吧？你这不会是 P 的吧？我又不是没在迷雾中过夜过，明明只有黑影怪。你们都没注意到吗？那个鸡心脏处插着一个时髦。是自然结晶，奇怪了。从聊天室里看出，这次只有我的部落被袭击了。难道是劳兹的部落有什么他们想要的？达文西很是疑惑。不过这时其他野人看到嗜睡的野人用时髦击杀了怪物，都纷纷过来达文西这里领取时髦。达文西也非常大方，直接坐在原地偷起了时髦。他一边制作野人，一边统治。迷雾里的怪物面对猛烈的攻击，纷纷变得狂躁起来。几次他们都控制不住要冲击达文西的部落，但又都在最后关头停止了。就这样，经过了2个半小时，野人终于把这些怪物全部解决。达文西也收获了13个自然结晶。就在达文西放松警惕之时，迷雾再次升腾起来。嗜睡的野人趁着达文西不注意，直接冲入了迷雾之中。喂，危险！达文西话刚说完，嗜睡的野人就已经出来了。
手里还拿着3颗自然结晶。给到达文熙后，直接倒头就睡。快把他搬回屋里！我说，快点帮忙把他搬回屋里！达文西看着耳背的野人，顿时来气，狠狠地踹了他一脚。最终还是聪慧的野人3兄弟看到，过来出手将嗜睡的野人搬回了屋里。他们回来了。太好了，他们终于回来了。达文西见自家野人回来，赶忙把七彩夜明珠关了。出来才发现聪明的野人肩上扛着一个包裹，他赶忙叫他把包裹扛进屋里。在屋里打开包裹的瞬间，达文西顿时惊呆了，里面竟然是之前和他做交易的狐狸商人。怎么回事？他好像伤得很严重啊！我也不会医术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让我来吧，我会处理外伤。你会？我之前是外伤科主任医师，虽然很久没进行作业了，但我相信我的经验还在。达文西见王德发这么说，自然就让开了。王德发蹲过来就给狐狸动起了手术。经过了10分钟后，王德发顺利的给狐狸包扎好了，处理完成了。不过他失血过多，我们这里没有输血设备，他能不能挺过来，就看他造化了。达文西见昏迷的狐狸，立即从汤库里拿出了一株连筋草药，制作了一碗强生汤，然后喂给狐狸。喝下强生汤之后，狐狸的脉搏开始好转起来。这就是草药汤吗？太神奇了吧！这是强身汤，能够强化身体。我看他现在这种程度的伤势也会有帮助，只是没想到作用这么大。这是哪？你终于醒了，感觉怎样？是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没事。话说怎么回事？受这么重的伤？那天你离开后，我发现北方那边的动物性格非常暴躁，我就一直往北上了。到了那边遇到了一个你们人类的部落，里面的等级制度极为森严。当我表示我是一名商人后，他们热情地招待了我，可没想到他们趁我熟睡时偷袭我。受伤后我只好原路返回，后来也不知道到哪了就昏了过去，再醒来就看到你了。等级森严，奴隶制度，看来其他玩家还挺会玩的。感谢你救了我，还给我使用了这么珍贵的草药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了。那你能再给我一份未来天气预测图纸吗？那东西真的挺好用的。抱歉，那东西没有了。不过作为报答，未来7天我可以留下帮你观测天气变化，不知道这份回报你是否满意？人民部落求生第13天，迷雾降临，鸡怪来袭，我的野人成功帮我渡过难关，还给我带回了受伤的商人。从中我又得知了暴风雪即将来袭，未来7天你要住我这里帮我观测天气，这简直太满意了。有了他在线帮我预测天气，后面就好玩了。而且等他临走之前再问一下他未来7天的，这等于可以提前知道14天的天气啊！我简直是个天才。好了，你还没完全恢复，现在天色也晚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什么天色已晚？现在是白天。你细不细伤到脑袋了？这明明是晚上，你看外面的月亮。我懒得跟你杠，你的野人是不是晚上不能出部落？不信你现在去看看，能不能让野人外出。听到狐狸商人这话，达文西赶忙跑到野人的木屋里查看，不料这时野人的状态还真都是可采集，不过他们都还在睡觉。达文西没有理会，直接叫醒他们。野人被吵醒后也是非常暴躁，差点要把达文西扔了，好在他及时用吃的将他们哄好。野人们听到有好吃的便立马出发采集，达文西则是去给野人准备吃的。然而这一忙活就是一上午。另一边野人经过狼群带队，也终于在临近中午时找到了他们的第一个猎物。野人们见猎物太强，便在原地讨论起来了战术。经过聪明的野人谋略下，他们决定用10毛先将头牛干掉。野人们见击中了头牛，几人立马冲了上去围住牛群，试图用武力将他们拿下。而这时另一小队也发现了惊喜，一只大象正在和2只熊打架，野人们也是聪明，没上前参与，躲在一旁等双方力竭才出手拿下。由于猎物太大，他们把2只熊扔到大象上，拖着大象鼻子回去。就这样他们走了2个半小时，终于回到了部落。北极熊什么时候这么好杀了？什么意思？听不懂啊。原来是想叫我来弄这只大象啊。达文西见状，赶忙把大象解剖了，放入仓库。正当他准备返程时，一声熊叫声从野人的背后传出，原来是他们把熊宝宝给带回来了。干得漂亮！这可是大型食肉动物的幼崽，从小培养，说不定以后可以帮上忙。达文西说完，就带着野人回到了部落。这时其他野人也都采集回来，他也是信守承诺，给野人们吃了个大餐。吃过饭后，小狐狸也是观测到了天气异常，他赶忙跑过来跟达文西汇报。达文西，天气有点不对劲，暴风雪要来了。卧槽，那这个暴风雪猛不猛的？我们这顶不顶得住？按我推测的话，你养的那几个牲口的地方肯定是保不住了。那没关系，我早就想宰了他们炖肉了。那尽快吧，暴风雪还有1个多小时就到了。达文西见状也不墨迹，带着2个野人就去了圈养牲畜的地方，随后便解剖收进了仓库。这场暴风雪估计破坏力不小，既然羊圈不安全，那木屋也未必安全。召集所有奴隶，全部进砖瓦屋。西哥，我最近眼皮一直跳，你说会不会是有什么灾难要发生了？这他都能猜到，难道他是预言家？
还是女人的第六感，就很离谱。是的，半个多小时后会有暴风雪降临，木屋估计都扛不住。看到达文西的消息，云云当即对他说了一句谢谢，然后就消失了。达文西这边，当他回到砖瓦屋后，屋内各个角落都站满了人。安静，让你们进砖瓦屋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，你们还在这里吵闹，接下来如果谁还吵闹，就别怪我给你们对外面弄成冰雕。好，说得好。夜幕降临，大家还是小点声，毕竟我们还是要休息的。达文西这话一出，野人们顿时安静了下来，站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。他则是回到阁楼里的房间，准备倒头就睡，不料摸到了床上好像有点异物，他拿出来一看，竟然是5株连筋草药啊！我床上长草药了，还是5株。这是你下午带回来那2只熊的，这草药上沾满了它们的味道。哦，那这么说，还是胆小的野人放这里的喽。熬汤，这么大补的东西必须得熬汤。达文西想着直接将草药制作成了强身汤，然后他把刚杀的牛鞭取出放到锅里，不一会汤汁就变成了黑色。就在他准备喝的时候，狐狸叫住了他。那个，我可以和你买1份吗？怎么，你想买我的强生汤？没错，卖我1份，我可以用我的图纸和你换。可以啊，那把你的宝贝全都拿出来吧。对了，我还有很多自然结晶，你确定不和我换一下吗？当然可以，我这一共有3份图纸，你看一下。滑稽的稻草人，它能帮你吸引野兽的注意力，野兽会优先对稻草人发起攻击。木质盾牌，此盾牌非常脆弱，但是内斗的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羊毛衣，它非常保暖，可以当做保暖内衣来穿。这3样东西确实有点用，要不全部收了。不过上次他那态度跟我要自然结晶，这次我也要耍他才行。还有呢，拿出来。什么啊？都在这里了。你是让我搜你身，还是你主动拿出来？这性质可不一样。狐狸见状，只好又拿出了一个蘑菇。达文西见上次就有这个蘑菇，于是就动起手来搜狐狸的身，不料真找到了其他物品。洛阳铲，它能帮助你快速挖别人的祖坟，当然想要挖自己的也可以。挖祖坟，这太缺德了。还有，不要让我硬搜。积极主动点拿出来。狐狸商人被达文西识破，无奈只好把东西全拿了出来，结果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图纸。达文西见状也没再逗他，直接将强身汤递给了他，并给了他5颗自然结晶。小狐狸见状赶忙将自然结晶放进兜里，然后端起强身汤一饮而尽。这汤有毒。达文西见狐狸满脸痛苦，他赶忙准备把嘴里的吐掉，没想到狐狸竟然又坐了起来，满脸坏笑的看着他。达文西以为狐狸在糊弄他，便没理会吞了下去，不料在他喝下时真就倒在地上。人民部落求生第14天，暴风雪即将来袭，所有人都还没意识到危机时，我已做好十足准备。接上集，狐狸商人诱导我喝下整碗强身汤，这时我昏迷了一夜。我操！这2只熊体型怎么比昨天大了2倍？小狐狸，醒醒，别睡了！这2个熊是怎么回事？你说他们俩啊？我把你剩的强身汤给他们喝了。什么？你竟然自作主张把我强身汤给了他们？你赶紧还给我！还不了一点。除非你把他们杀了炖肉，这样估计还能追回来一点药力。就在达文西犹豫要不要杀掉他们时，北极熊的头顶突然出现了可采集的字眼。北极熊可在任何天灾外出采集。能在任何天灾之下外出采集，这简直就是个 bug。说完，达文西就带着2只熊来到了1楼，一眼望去，果然野人的状态都是不可采集。他没有多想，就让2只熊出去采集了。就在他准备回去睡个回笼觉时，突然发现了狼群的状态也是可采集。狼也都可采集，那如果我穿的厚厚的，再让狼拉雪橇带我出去，岂不是能外出采集了？这物资不得领先别人一大截。达文西说干就干，他原地制作起了羊毛衣，然后让野人试穿了一下，没想到野人的状态竟然变成了可采集。他见状赶忙又做了几件，随后选了5个野人和狼群跟季己外出，没想到刚没出多远，狼就发现了情况。然而雪太大了，他只好叫上野人走过去查看。这时他才发现只剩了4个野人，怎么就只有4个了？卧槽，太离谱了，竟然晕车了，这车速也不快啊！达文西贴心的给野人递上了一桶水，野人接过水喝了一大口，然后一块大冰块斜着从水桶中掉出来，重重的砸在了野人脸上，瞬间结冰，就很离谱。就在达文西准备安慰野人时，聪明的野人在前面哇哇叫了起来。达文西见状赶忙跑了过去，原来是一头洗了的海象。达文西刚想上前查看时，聪明的野人一把抓住了他。达文西看到聪明的野人阻力，只好配合的回去雪橇上。就在达文西坐好后，一群二哈将他们围了起来。白狼王见状直接站了出来，对着二哈嚎叫了起来。而二哈这时也没有选择撤退，喜喜的盯着白狼王。强力的野人看不下，直接用石矛戳起了5只二哈。二哈见不妙，也是嗷叫了一声，对着他们发起了进攻。狼群和野人们也不是怂，直接应战。最终经过了2个半小时，他们也是成功的拿下了这群二哈。达文西没有多想就把二哈解决。就在他想把海象弄出来时，他意外发现了季己所在的地形发生了变化。按照我们出来的时间和行进速度推测，这里应该是一片空旷的平原才对啊。但是现在怎么有海了？达文西察觉到异常后没有多想，他拿出了狐狸的洛阳铲，试图把海象挖出来。不料铲子朝地下铲一下，变出了系统提示：采集成功，冰块加1。还能采集冰块。达文西听到系统提示音，顿时来了劲，直接把周围挖成了一个大坑，最终收获了1万冰块，海象也沉入了海里。我热烈低马，挖上头了没注意，这下白忙活了。
离谱了，季季送上门来了。又来一只，快把他们搞掉，别让他们跑回去了。达文西话音落下，野人们直接一弹矛插了过去。随后达文西就把海上解头儿放到了交易市场出售，便开始启程回部落。经过2个半小时，他们终于回到了部落。不料这时有个身影正站在部落外面。您好，领主大人，冒昧造访您的部落。小人是一个行脚商人，路过你这里，想进入讨点吃食。原来是商人啊，跟我进屋吧，食物管饱。达文西说着就直接带他进了砖瓦屋。一进屋里看到全是野人，他顿时心慌了。来到2楼看到2只北极熊，更是傻眼了。我的乖乖，这是来到了什么部落？竟然连北极熊都能饲养，未免也太强了吧！小狐狸，快来见见你的同行。同行？什么同行？商人啊，你们都是商人，相互之间应该有很多共同话题吧？我是气候商人，跟他不同。狐狸商人说完便接着干话。达文西见状有些尴尬，便叫上商人一同坐下吃饭。从中达文西还问了他许多问题，这个商人也是讲得绘声绘色，丝毫没有露出破绽。等吃饱喝足后，达文西迫不及待地要他拿出商品，但是这个人什么也没拿出来，反而找起了借口。抱歉，这位领主大人，我吃饱了，有些犯困，不知您能否给我个床位或者火堆旁的位置，让我睡一觉。这商人这么奇怪的人，吃饱喝足不应该是给我商品作为谢礼？现在跟我讲困了，可这白嫖我了。不过开局那条提示要我们善待商人，可以啊，你就在这篝火旁睡吧。说完，达文西就转身朝楼下走去。狐狸见达文西离开，也快步跟了过去。商人见没人了，就安心的闭上了眼睛。狐狸下到1楼后，跟达文西偷偷的说了什么。达文西听后当场惊呆了，用一种不敢置信的目光看向狐狸，但狐狸非常确信的对他点了点头。达文西顿时非常气愤，赶忙打开了聊天频道，询问起了其他人。你们领地今天来商人了吗？你们也都有商人光顾啊，我还以为就我家有呢。我也是以为就我这么幸运，结果这是给所有人送福利啊！人人有就很离谱，不过你们有人拿到他的东西了吗？他吃饱喝足后给我来了一句他困了。你的也困了，我的也是困了，不过我死缠烂打，他说明天起来会给我5样东西。西哥，我觉得这商人有点怪，最好还是小心的点他。好家伙，他这还来提醒我，算是把我当朋友了。我知道，特别提示一下，这个世界的商人全部都是兽人，没有人类的商人，所以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懂了，这家伙就是一个骗吃骗喝的骗子，他是打算现在睡一觉补充体力，然后趁天明逃走。你这思想怎么就这么单纯呢？我希望我在明天早上还有机会收到你的遗言。西哥，你是说他会杀了我？人民部落求生第15天，暴风雪来袭，所有人都不可外出时，我制造了羊毛衣无视大雪覆盖，这也使我发现了新大陆。接上集，假冒商人要留在我部落过夜，好在狐狸商人及时告知情况，我连夜给他准备了惊喜。卧槽，这楼梯怎么这么滑？难道是他识破了我的身份？商人这一摔直接使他臀部受损，他也顾不了那么多，顶着疼痛出了屋外，朝着天空发射了一个高级信号，然后便昏死过去了。土匪头子看到信号弹便立马启程，10分钟后他们也是到了达文西部落外。这怎么没见探子在外接应啊？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管他3七28的。老大说的对，干就完了，冲啊兄弟们！听到老大这话，其他小头目纷纷点头，一声声喊杀声在部落外响起。不过他们刚冲出就掉到了坑里，达文西也是在窗户目睹了这一切。看来这群土匪是傻子呀，来偷袭还叫这么大声。弟兄们没事吧？没事，老大，就几个腿断了。没事就行，你们想办法上来吧。其余弟兄们继续冲啊！土匪们没有理会掉坑的人，继续冲锋。达文西这边也是直接开门迎战。当土匪们冲到砖瓦屋时，看到达文西的装备，吓得当场锁。野人们见敌人来了，直接冲上去。马野，我错了哥，我投降。是呀，饶命啊！我们知错了，愿意给您当奴隶。那好吧，反正可以看忠诚度，所有人听令，投降的不杀，他们老大绝不能让他跑了。达文西话音落下，白狼王带着狼群冲向逃跑。不一会，狼群就将所有人解决了，并开始原地享用起来。投降的土匪见状，忠诚度直接飙升到了80。达文西见状，也让土匪说出了他们寨子的位置，从中还得得知了这次出来攻打他，寨子就剩一个厨子在看家。达文西没有多想，直接让他们带路，试图将他们寨子的物资全拿了。很快，他们就来到了一处隐蔽的山洞。达文西见没人，直接让野人进去搜寻物资，最终成功缴获了4万斤肉。他又随手把物资截图发到聊天室里。靠北，西哥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次夜袭实在是太危险了，如果不是我起床撒尿，我可能都被嘎了。这些土匪太损了，我这写了6个野人，重伤了5个，出手真阴险。什么鬼啊！我刚才差点被抹了脖子，幸好我跑得快，不过好像我的部落也丢了。系统提示：由于出现大量玩家部落被摧毁3次以上，所以本次灾难中再次被摧毁的部落则无法继续重建，只可落草为寇或投降为奴。落草玩家可以劫掠其他玩家部落以获取资源，另外每位落草玩家出使赠送10名部落人与100斤粮食。这落草为寇的玩家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增加了生存难度，但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送了一盘新的菜。达文西见状没有多想，便启程回部落。回到后，他将脏的兽皮衣直接上架到交易市场，换取了200多张新兽皮。处理好这一切后，月亮再次到了最亮眼时刻。通宵战斗的野人此时的体力全都掉到了冰点。达文西这次没有让他们出去采集，他拿出了2根草药做成强参汤，让2只熊喝下。
喝过强参汤后，两只熊瞬间倒在了地上，身体开始膨胀。经过2分半钟，两只熊再次站了起来，状态和体力也直接拉满了。达文西见状，满意的倒头就睡。而这时，在观测天气的狐狸也有了新的发现。竟然真是1000年才会发生一次的雪夜妖潮，为什么这种恐怖的灾难要被我遇到啊？太好了，这暴风雪算停了，明天就能出去采集了。达文西，你终于醒了，1000年一遇的雪夜妖潮要爆发了。哦，这雪夜妖潮好吃的吗？什么啊？我给你报天气的呀，能不能认真点？这雪夜妖潮气温可是会降到-45度以上，到时候不论穿什么都是不能外出采集的。啊，这是重点，我会牢牢记住的。我劝你最好多准备些食物。狐狸说完就转身下楼了。达文西没有多在意，倒头又睡。到了第二天一早，他也是早早的叫醒野人出去采集。这时的野人也是很听话的，全部出去，唯独留下了嗜睡的野人和耳背的野人没动静。达文西见嗜睡的野人关键时候有用，便没有打扰他，反倒耳背的野人达文西直接一脚把他踹醒了。怎么了？这是做噩梦吓醒了吗？快点出去采集吧！挖你个大头鬼啊！一天天的净整这些，搞得好像你真听不见一样。耳背的野人看到达文西嫌弃的样子，委屈的往外走去。这次达文西也没有自己亲自出去，他让狼群拖着雪橇出去帮忙运物资。而这次执着的野人也没挖坑跟着出去采集了，他和别人不同，就是手里还拿着他挖土的工具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走在最前面的野人哇哇叫了起来。白狼王也是从远处跑过来，对着野人们低吼着，似乎在诉说着什么。通颜的野人见状，赶忙过来和白狼王交流了起来。过了一会，通颜的野人就了解到了白狼王的意思，对着其他野人哇哇叫了起来。原来是不远处有冰层融化了，有一些大型生物正在找寻冰块，叫他们过去抓捕。众人听后非常一致的哇哇叫，便往那方向出发了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处水池，但是野兽都在水里，他们之中只有会水的野人会游泳，没办法对他们造成伤害。聪明的野人只好叫众人装作害怕的样子，引这些野兽主动上岸进攻。没想到这还真起了作用，脾气暴躁的社牛带头冲了上来。聪明的野人见状哇哇叫了一声，野人们便扔出了手里的石矛，狠狠地把这群野兽拿下。清点货物时，聪明的野人看着雪橇大多数是空着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这时也有部分野人提议想要回去了，聪明的野人又想继续去采集，等满车了再回去。一时间野人队伍出现了分歧，不过很快双方就达成了共识。聪明的野人让想回去的野人带着装着物资的雪橇先回，季季则是带着其余的野人继续搜寻。就这样一批野人就出发先回部落，送走回家那波野人后，这时聪明的野人看着剩下的空雪橇陷入了沉思。明部落求生第16天，暴风雪已过，所有人都在庆幸时，狐狸商人告知我雪夜妖潮即将来袭。我第一时间安排野人外出采集。接上集，部分野人返回部落后，剩下的野人掉入冰河，好在一条浮尸鲸鱼将他们救回了岸边。危险，快跑！太危险了，还好我及时赶过来了。捕了，可出售哦，可以卖，不过这种肉不知道脏不脏，不管了，反正不是我吃。达文西没有多想，就把烂肉上架到了交易市场，随后便叫上野人开始返回部落。回到部落后，达文西第一时间找到了狐狸商人，把这次外出见到的异常跟小狐狸说了一遍。小狐狸，你说的雪夜妖潮是不是冰川融化？冰川融化只是表象，你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。什么大象看马戏？你不是都推测出来天气了吗？就不能直接告诉我吗？我也想告诉你，只是书籍上并没有记载，我也只知道这雪夜妖潮会袭很多生物。不过书中最后还记载了一句话：雪夜妖潮过后，万物晋升。这次搞这么大吗？是呀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挺过去。现在暴风雪停了，但是并不意味着没有别的灾难了。又有新发现了吗？自然是有，不过吗？这次你要给我一个自然结晶才能告诉你。给你，快点告诉我接下天气变化。接下来会持续7天的高温。好了，我的报答完了，我也是时候离开了。再见了，期待我们下一次见面，达文西大人。下次再遇见，记得给我备好货物啊。狐狸听到达文西的呼声，他狐狸皮下的人脸不由得落下了眼泪。他一边走一边看向天上的圆月，仿佛是在祈求下次相遇。目送狐狸离开后，达文西便随便弄了点食物吃了起来。部落战争冰岛模式正式开启。规则1： 24小时内任何岛屿都有碰撞的可能。规则2：可使用自然结晶照亮所有相连岛屿，1个小时内的夜晚无阻碍，每天最多使用3次。规则3：海洋生物的狂放，随时小心海洋生物割裂岛屿。安排一下，每天晚上最少要有10个野人和5匹狼值班，务必保证我们夜间不会被袭击。OK。达文西见状，满意的倒头就睡。到了午夜时分，达文西突然被一阵剧烈的摇晃吓醒。与此同时，楼下的野人也都被吓醒了，耳背的野人也不小心被火烧的秃了头。达文西没有多管野人，赶忙跑了出去查看情况。不料这时屋外全是迷雾，达文西没有犹豫，直接用了一个自然结晶把迷雾清散。伙计们，抄家伙来啊！有人要干我们了！野人们听到达文西这话，立马就冲出了屋外。然而这时，达文西部落外真就来了一群人，他们趁黑摸到了石墙这边。领头的玩家见石墙不算高，便想试试跳上去。不料这一跳不但没跳上，还摔进了坑里。这次的坑也是经过2次加工的，深度高达2.8米。玩家摔进坑里也是把8月15干碎，痛得他直接昏过去了。达文西这时也带着野人走了过来。
下面是有啥吗？不就是一些坑洞吗？难道……想到这里，达文西赶忙和野人翻墙下去查看。不料这时还有一些野人傻傻的站在原地，他们见有人也没有攻击意思。达文西见状，直接让野人把他们捆了起来，然后用火把查看起坑里情况。啥玩意啊？看不清楚啊！是这个脸太黑了吗？哦豁，浪费一个火把，算了，大家把这些家伙都带回去吧。回去后带给王德发管，明天让他们全部去挖冰块。太不可思议了吧！我这手下才出去20多分钟就已死亡了，这下完了，该不会全军覆没了吧？我部落里可是没能打的了。什么情况？部落战争没说有狼的。叫什么叫？对方的人都被我们俘虏了，你们还叫？直接冲进去杀啊！看啥子哟？跟上去，我们直接搬空他们。达文西话音落下，野人们紧跟其后。不一会，白狼王就叼着一个尸体走了出来。达文西见状，直接把他部落解剖了，随后便把木材上架到了交易市场。回到部落后，达文西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就有人又撞了上来。这回应该撞上的是个美女的岛了吧？集合，所有人集合！就在小胖子信誓旦旦地叫野人们冲锋时，达文西已经带着人马来到了这里。小胖子见这阵势，顿时心慌了，随后便想起了聊天室里的达文西。妈耶，这武器都有，怎么会没中呢？可算射中了。死战不退，血不流干，绝不倒下，努力军冲啊，跟他们拼了！阻碍老子睡觉，活该你这个下场！达文西没有多想，把胖子的物资上架到了交易市场。然而这一举动，聊天室里直接炸了起来，都是在讨论达文西的话题。西哥这一晚上灭了2个部落，未免有些快了吧？你不说我都还没发现，一晚连炸2场，还都是全胜。全胜大佬，恐怖如斯，希望我不要遇到西哥。达文西看到这些评论没有理会，回到部落倒头就睡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刚躺下就又被震醒了。这次他没有做出行动，直接叫王德发前去处理。奇怪了，这自然结晶怎么用不了了？老大，会不会是这里已经用过了3次，而且我闻着这里还有股血腥味？不好，迷雾又起来了。人民部落求生第17天，部落战争开放。我通宵阻挡了2个部落袭击。接上集，狐狸离别前告知我未来7天持续高温。我收编新奴仆为我刨冰做准备。夜晚第3队部落入侵，不幸惨遭迷雾毒打。昨晚没有遇到袭击吧？没有，不过发现了一批尸体，我还捡到了一个自然结晶。你做得很好。去休息一下先吧。达文西打发走王德发后，便清点了下现有的物资。此时的他已有木材220万，石头110万，砖块4000，兽皮88，牛肉干400斤，肉52000斤，冰块3万，自然结晶8个。果然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横财不富。不过距离升级初级砖瓦屋还差了点，要是再有人来撞一下我就好了。太好了。说来就来，达文西见状赶忙往屋外跑去。这次野人也是自觉地拿着武器在屋外等候。达文西没有让野人主动出击，安排了白狼王带着狼群前去搜寻敌人位置。10分钟后，白狼王的一声嚎叫声传遍了整座岛屿。达文西和野人听到叫声也赶忙启程。来到目的地时，达文西被眼前的岛屿震惊了。这座岛屿竟然都围着2米多高的城墙，总算遇到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了。小白，你带狼群绕后包抄过去。勇敢的野人，等下冲锋你打头阵，破城之后奖励大伙吃新的美食。果然对野人来说，食物的诱惑力是最大的。这士气杠杠的。对了，为了更快拿下别人部落，我特意换了新电脑，剪辑快多了。旧的华硕笔记本我放转转上回收了3700多，像我换下来的旧笔记本、手机、相机啥的，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特别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PP 就对了。高举圆盾，不要被对方的武器攻击到。卧槽，城门就这么失守了，这个速度简直比我当年骑摩托车都快。我投降，我投降。指挥官见野人实力强悍，直接当场投降。野人们见指挥官双手举过头顶，也大致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但是这次任务达文西没有交代他们放过任何人。几个野人在一起哇哇叫的交流起来，最终他们交流出的结果就是全杀了。杀完指挥官后，野人们都纷纷庆祝了起来。这些野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残暴了？难道是打开了某种特殊开关吗？刚敢问对面可是西哥？对，怎么你要投降吗？投降，我们愿意投降。是否接受沈虚的投降？沈虚，这不是买我雪橇那个土豪吗？接受他，我就能变成土豪了。沈虚怎么会是 you？ 我还准备把你当成人傻钱多的土豪，没事的时候坑一坑的。这下好了，没机会了。西哥真会开玩笑，那不如您将我放了，恢复我的玩家身份。这样的话，你还能继续收获我这么一个土豪朋友。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沈虚这时也没再多说什么，达文西随即便把他的部落解剖了。这次他直接把整套城墙上架到了交易市场。然而这一举动，聊天室里毫无意外又引起了轰动。一整套城墙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而且这价格高了点吧，40万石头，谁买得起啊？可别这么说，兄弟，上次就是你这么说的，谁买得起？结果被人哄抢一空了。我去，已经卖出了。另一边，达文西回到部落后，看着自己新增的图纸，露出了笑容。原来是沈虚的城墙图纸共享过来，而且他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石头。这东西太妙了，明天再给我的城墙来个全方位的升级。
诸位，今天的座次可能你们有些不满，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，临时安排的有些仓促。如果有意见的私下和我说就好。咱们今天主要来谈论谁来领兵进攻这个神秘的西哥。我认为凭借在座的诸位派遣出征人数来决定统帅最为妥当，毕竟部落求生，人数至上。我可不这么认为，要是一个猪一样的指挥官，要人数有什么用？送人头嘛。我认为我们匿名进行投票，让在场的诸位来选举出来最合适做这军队统帅的人。没错，眼前这群玩家就是集合谋略准备攻打达文西部落的人。在经过他们长达2个半小时的谈判，最终选择了此次事件的发起者胡椒粪作为军队的统帅。他们在出发攻打之前，还在聊天室里晒出了他们军队的照片。什么400多人的军队？这是我落伍了吗？我整个部落人口加起来才25，这太过分了。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？西哥之前是个另类就不说了，现在竟然还有个400人的，这锤打得过啊？还别说，我们这么整装待发，就是去灭西哥的，让他那么拽。另一边的谢美梦此时正在看着聊天室里的发言，她得知有人组团要过来攻打达文西时，赶忙跑向了达文西屋里。你睡醒了？我一夜就没睡，何谈睡醒一说？那个有人集结了400多人的军队要来进攻，我们能不能顶得住啊？自信点，把不能2字去掉，我们必须能顶住。不过是400个酒囊饭袋聚在一起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这点肉腌制完就得去睡一觉了，等了一晚上都没人来，干了，晚上不撞早上撞，就很离谱。人民部落求生第18天，雪夜妖潮来临，所有玩家都还在互相残杀时，我已做好十足准备。接上集，部落之间组织了军队进攻我部落，我利用实力霸气应战。冲啊！你们2个也上去，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。卧槽，这么猛的吗？啊，这达文西的实力这么恐怖的吗？现在后悔还来不来得及？对方野人见自家领主都嘎了，一瞬间全都傻愣在原地。达文西没有犹豫，直接让野人把他们全部解决，最终俘虏了125人。王德发带人来战场这里接收俘虏。达文西安排好工作后，又带着野人往岛屿深处走去查看情况。围着岛屿走了一圈后，达文西也惊奇地发现岛屿边缘开始慢慢融化了。卧槽，这水起码得有40度以上了，而且水里还多了很多鱼。现在室外温度应该都还是0下的，难道这种奇怪的现象就是雪夜妖潮？准备战斗，有岛屿要撞上来了。等等，这岛这么大，该不会是西哥的吧？他可是连400多人的联合军团都能拿下的人，要不我们还是掉头吧？怎么能让他人自欺灭自己威风呢？我们可是土匪，最谁点，实在其实再必胜。对，我们江湖道赫赫有名的土匪6兄弟，怎么可能在这里跌倒？就是，再不济也得把他们打退，双方相安无事。是西哥吧？我们无异于你为敌啊！这都是浪把我们挑过来的。是啊，您看您破不开城门，不如我们双方握手言和如何？您放心，今后您后方来敌我帮您挡着，前面来敌您自己也能杀，我们双方合璧，绝对能够称霸这个冰岛时代。这是把我当二傻子了？谁会同意一个土匪山塞在自家门口的？去，继续把他们城墙砸开。晚上回去我亲自给你煎牛排，再给你加12000台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。老板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？这是我在左下角免费领的华为 Mate 60 Pro。左下角还能领这玩意？我左下角是报备过资质的，群里的人开始都不信，没想到都领到了。真的假的？其他视频评论区都说领不到，别的我不知道。我左下角是我验证过的，而且厂商新增了12000台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 Pro 做专属福利。真是灵，一打开就看到领取界面了。左下角确实靠谱，还有 iPad Air 配套送，我领的都发货了。要拉人助力吗？不用，但只有从左下角下载进入才行。休息一旁挂挂机，苹果华为轻松到手。这么简单，我马上去。兄弟别白费劲了，我们城墙用的可是优秀的木头建造的，想要拆我们的门，除非你有专门的工程器具。我操！他们怎么这么执着，破不开城门还不走？等天黑吧，天黑他们自然就走了。对，等天黑。老三，别管老三了，我们先跑，等会再来一发，我们估计想跑都跑不了了。完了！土匪见野人砸开了门，顿时失去了抵抗的士气。野人们渐渐也不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，直接把这群土匪干掉。达文西则是把他们的城墙上架到了交易市场，同时还收获了4万斤肉。他把物资收到仓库，便启程回部落。天灾大爆发，雪夜妖潮开启。规则1：雪夜重新出现，妖潮爆发，鱼类威胁性暂时加2。规则2：海洋温度会持续走高，直到所有玩家的冰岛完全消失，或者玩家将七彩宝珠放回，大海灾难将提前结束。这就是小狐狸说的雪夜妖潮啊，看样子也没什么。
什么东西？现在还在进行部落战争吗？说完，达文西赶忙前往查看。他走下楼，才发现野人早已拿着武器在等待命令。达文西到场后，野人拿着他就冲向岛屿边缘。不料这时有个巨大的鱼鳍正在撞击岛屿，快把这个鲨鱼杀了，要不然我们会死的。听到达文西的命令，野人直接发起攻击，对着水里投出了石矛。不料石矛在接触到鲨鱼那一刻，直接被弹开了。鱼加强了，这下难搞了。就在达文西不知所措时，会水的野人冲了过去，直接跳进了海里消失了。之后鲨鱼便没再攻击岛屿，转身朝反方向游去了。这时聪明的野人拿着石矛上来就哇哇叫了起来。达文西也懂了他的意思，当场制作起了石矛。就在众人准备着时，会水的野人跳了出来，鲨鱼紧随着会水的野人窜出了水面，眼睛上还插着一把石矛。他愤怒地张开大嘴冲向会水的野人，岸上的野人也正准时机把石矛朝着鲨鱼嘴里投去。鲨鱼吃痛地钻入水里，不一会这片区域的水便染成了红色。处理完鲨鱼后，达文西等人便启程回了部落。太险了，这次要不是有会水的野人，今次都领盒饭了。规则那个将七彩宝珠归还海洋就可以恢复平静，可我这里就只有一个破夜明珠啊。又下雪了，看来雪夜要来了。达文西见状想倒头就睡，不料这次他翻来覆去都睡不着。他见失眠也没再继续睡了，下了一楼叫醒白狼王出去巡逻，然后看到两个熊睡得正香，又想叫醒两只熊一起出去。喂，醒醒，开饭了！卧槽，就很离谱，大家都没起就你起了，不是说好的耳背吗？难道你之前的耳背都是装的？你们给我出去巡逻，家都被人偷了，你们还有心思在这睡觉？然而岛屿的某一处还真就有玩家在达文西岛上驻扎，狼群很快也发现了他的味道，正在往他那赶过去。我刚上岛怎么就来狼群了？这冰岛模式这么多动物的吗？完蛋了，楼上可能要出大事了，我感觉他是上了西哥的岛。兄弟赶紧在这里问问吧，说不定西哥正在潜水呢。兄弟们不就是狼吗？等着我，我去杀给你们看。兄弟可别这么大口气，说不定……卧槽妈耶，海水开了，烫死我了！啊，这回BBQ了，谁能找到七彩宝珠啊？求求了，大佬们发法慈悲把宝珠贡献出来吧，我已经经受不起打击了。就在聊天室里的玩家出现骚乱时，达文西猛然从梦中惊醒，他屋顶的七彩夜明珠也发出了闪耀的光芒。西哥，大事不好了！你还记得我给你的珠子吗？那东西很有可能就是七彩宝珠。当时这个东西是我在一个大扇贝口中抢来的。达文西见状没有回复消息，他赶忙把七彩夜明珠卸下，带着它跑出了屋外，来到岛屿边缘处，将它扔回了海里。夜明珠进入海洋一瞬间，整个世界都仿佛安静了一般。由于七彩宝珠重新回归海洋，雪夜妖潮灾难宣告结束。第一段求生竞赛完毕，即将开启下一轮求生竞赛。因为生存竞赛玩家死亡数量超过总数80%，届时将会有新玩家引入，交易市场内的一切物资将会清零。但是每个玩家可以选择一样当前拥有的物资保存到下一局。就这样结束了，可以选择一样资源。我人这么多，肯定是保存食物啊。第二轮生存竞赛即将开启，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。文明部落求生第2季，开局就一把锄头和2个野人。当别人都是一人开局时，我带着2个野人建造了茅草屋，开启了新的冒险之旅。欢迎进入第2轮生存竞赛环节，在这里只有一个锄头，你们要做的就是在此建设自己的家园，还要防御随时可能来袭击的野兽。祝你们好运，爱你大大么！哦，这么快就开启第2季了，老规矩，上菜吧。我好歹也是上期通关的大佬，就给我这个。奖励发放，用锄头刨地10亩即可奖励一包随机种子。我操！刨10亩地，你当我是挖掘机啊？去，你们2个给我锄地去！达文西这话一出，执着的野人顿时来劲，拿过锄头就往地里疯狂输出，而嗜睡的野人则是躺在原地没有理会。达文西见状，直接一脚踢过去，不料嗜睡的野人一个转身躲过去，继续熟睡起来。很快时间来到了中午，执着的野人终于在体力即将耗尽时刨完了10亩地，达文西手里也凭空多了一包种子。初级毛豆种子可选择兑换半斤肉或100稻草。由于您是上季优秀玩家，可给您特殊兑换权限，1包种子兑换茅草屋1个。我就说嘛，通关大佬就捡个锄头。达文西没有多想，直接选择了茅草屋。随后他又叫醒嗜睡的野人干活，季己则是外出寻找食物。执着的野人见状也想一同外出。你辛苦了，好好休息下先吧，以后还指望你刨地呢。达文西说完就往森林走去。在经过2个半小时后，达文西在一个山洞处发现了一只熊，他见状赶忙往部落跑去，准备叫野人过来将其拿下。回到部落后，他把看见熊的事和执着野人说了一遍。不料执着的野人没有理会他，继续刨找地。达文西直接一脚踹了过去，他才拿起达文西跑了出去。那个熊就在里面，你进去把它搞掉，今晚给你加餐。执着的野人听到有吃的，顿时来劲，一头冲进了山洞。在经过长达2个半小时的战斗，执着的野人最终在还剩一点体力时把熊带了出来。达文西见状，直接把熊解剖了，得了500斤肉和1张兽皮。他把物资收到仓库后，便开始返回部落。回到部落后，嗜睡的野人这时竟然骑在一个野人身上打闹。达文西见状，一脸懵逼。
是否吞噬狂躁的野人？哦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外出一会多了个野人，还能吞噬？达文西没有多想，直接选择了吞噬。选择完的一瞬间，狂躁的野人瞬间化成一道光，进入了执着的野人身体。卧槽，就很离谱，体力都见底了，融合了瞬间变猛了。停，你有这体力留着刨地不香吗？达文西说完便打开了交易市场，上架了100斤熊肉，没想到肉一上架就被秒了，最终得了500木材。就在达文西准备叫执着的野人干活时，才发现野人已经不在季姐身边，他赶忙跑出去寻找，不料在地里面看到他竟和一个陌生的野人在打斗。达文西见状赶忙跑了出去阻止。智障的野人善于跟动物交流，是否选择吞噬？就很离谱，又是给我这种二傻子。不过他这个跟动物交流还有点用。吞噬。达文西选完吞噬后，野人瞬间化成一道光进入了执着的野人身体，执着的野人顿时倒地不起。达文西见状也没理会，拖着他往茅草屋方向走去。到了晚上，达文西也是大方的拿出300斤肉给2个野人吃，他则是打开了交易市场看看有没有石锅出售。不料看了一圈都是些茅草出售。就在他准备关掉交易市场时，突然发现了一个陶罐，他想都没想直接用50斤肉拿下了。这罐子应该大有用处吧？还得是你啊，执着的野人，嗜睡的野人，你吃饱后负责守夜，我去睡觉了。卧槽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一晚上屋子都没了？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嗜睡的野人没有理会达文西，继续倒头就睡了。这时执着的野人也带着2包不知名种子回来。达文西把种子放到仓库后，便打开了交易市场，把茅草屋的零件上架到了交易市场，换来了一些木材和石块，又将这些材料制造成了2把锄头，扔了一把给嗜睡的野人后，就带着执着的野人往树林走去。现在茅草屋没了，咱俩挖个地窖住吧。执着的野人听到让他挖洞，顿时来了劲，直接火力全开的挖了。经过了2个半小时后，他们终于完成了一个地窖。等到达文西出来时，嗜睡的野人也偷偷出去带回了一头大象。达文西见状，赶忙把大象解剖了，得了1000斤肉和2根象牙。把物资放入仓库后，他拿出种子安排2个野人前去播种。安排好工作后，他又是倒头就睡。很快时间来到了第2天，昨晚让野人播种的种子也长出了一点叶子。因为是游戏世界，达文西也没觉得奇怪。他又安排了执着的野人前去除草，然后他又一个人前往森林采集。不料他刚走出没多久，就发现了一只兔子。在经过一番了解后，才得知这是个商人。您好，您是这里的岛主吗？是这样的，岛主大人，我是一名旅行商人，见跟你有缘。你看下我这些业务，你有需要吗？1000木材2天还1800，1000茅草2天还1700。这都是借贷条款，你不是交易商品的。抱歉了，领主大人，我确实是做这个的兔子商人。您若是不需要的话，那麻烦您把这个还给我。给你？我还以为你是做交易的。这牌是你的，从我身上掉出来的，应该是我的吧？抱歉，不知道您是本商会的会员，刚才还妄图给您推销那么高的不平等条款，真是抱歉。哦，难道你们内部还有会员制度的借贷条约？当然有了。木材借1万，1周内还11000；茅草借1万，1周内还10500；石头借1万，1周内还10450。这还差不多，不过我现在暂时用不上，以后有需要了我再找你吧。达文西说完没有多待，就往部落的方向回去。不料刚回到部落，竟然发现了森林部落求生第20天，雪夜妖潮已过，所有人都在庆幸时，殊不知火灾即将来袭。好在狐狸商人及时告知，我已做好十足准备。又来，什么情况？雪夜妖潮不是结束了吗？达文西见状起身跑出屋外，这时耳背的野人正警觉地盯着森林的方向，只见森林处隐约透出诡异的绿色光芒，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近的嘶吼声。所有人准备战斗！随着达文西一声令下，野人们瞬间打起了精神。白狼王也带着狼群前去探路。10分钟过后，一声狼嚎响遍整个岛屿，只见一只巨大的老虎正在撞击部落的石墙，石墙在经过一阵撞击后也开始出现了裂痕。野人们见状也投出了手里的石矛，不料石矛的攻击对他丝毫不起效。卧槽，这下要把Q 了！突变巨兽，极高防御，弱点在鳞片之间的缝隙，攻击时需精准瞄准弱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快朝着它鳞片之间的缝隙攻击！聪明的野人一下子理解了达文西的意图，拿着石矛精准的刺向巨兽。巨兽被刺中后失控的乱窜，试图咬向灵巧的野人。灵巧的野人险之又险的躲过了巨兽的攻击，但显然他已经精疲力尽，速度也变慢了许多。就在这时，嗜睡的野人突然冲了上来，手中拿着一根从未见过的长矛，狠狠地刺向了巨兽的眼睛。巨兽已击败，是否进行解剖？关键时候还得是你啊，嗜睡的野人！达文西没有多想把巨兽解剖了，最终得了鳞片20和5000斤肉。就在他准备返回木屋时，狐狸商人再次出现了。达文西，哦，小狐狸是 you， 好久不见又亮了。别扯这些，你刚刚是不是杀了一头变异野兽？是的，刚才差点就领盒饭了。
我果然没看错人，透露些消息给你吧。这些突变的野兽不仅是个例，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增加，而且下一次袭击来的可能不止一头。不过我这次来是给你带来好东西的，高级城墙图纸。哦，这好东西啊，是要送给我吗？你想得到没？2个自然结晶交易。给你。再提醒你一下，突变的野兽只是个开端，高温和干旱马上就要来了，到时候这片土地会变成一片喜地。希望下次过来还能见到你。886。狐狸说完就闪身离开了。达文西听到这消息，当即安排了野人进行外出采集。野人们听后也是分成了3个小组出发了。天灾倒计时，高温干旱即将来临，请尽快做好准备。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，另一边的野人们也正紧张地开始各自的工作。聪明的野人带着一队人去溪流边打水，而莽撞的野人则负责运送石头和木材。达文西则不断在地图上标注部落周围的高危区域，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火灾。你是想说水源正在迅速减少吗？达文西明白了聪明的野人意思，赶忙和他来到了岛屿边缘处。果然河里的水已经变得稀少，仿佛随时就会干涸。与此同时，远处的森林边缘也已经开始出现了火光。他便拿出持墙制造图制造了一堵墙，试图用来挡一下这迅猛的火势。火灾逼近，请做好防护措施。当前温度细3度。随着温度的持续升高，达文西的额头上已经满是汗水，但他没有停下，继续指导着现场工作。就在一切都准备好时，一棵燃烧的大树倒在了防火墙边缘，火焰迅速蔓延到墙体上，野人们顿时惊慌失措。不要慌，赶快灭火！野人们听到这话，赶忙对着火源进行灭火工作。天灾持续时间6天，火灾蔓延中。达文西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这有样好东西，或许可以帮助你们暂时度过这次天灾。说吧，你要什么代价？很简单，这次我要3000鸡肉。成交，赶紧把东西拿出来。高温装备，耐热加5，有效期3天。达文西见状，赶忙接过装备，分发给了野人。随着装备的分发，野人们逐渐恢复了冷静。达文西见火势得到了控制，便安排了野人们回木屋休息。很快，时间来到第2天早上，这时的温度再次上升，地面也开始出现裂痕。达文西则安排部分野人前往附近的山脉，试图寻找新的水源。记住，找到水源就尽快返回，千万不要逗留太久。探索任务启动，山脉深处水源搜寻，任务难度高。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啊！外出的野人在经过长达2个半小时搜寻，终于找到了一条小溪流淌。虽然水流不大，但足以让他们振奋。然而水源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，这片区域的温度异常低，冰冷刺骨。野人们装了一些水后，便启程返回部落。然而在他们返回的路上，森林的火势越来越近，浓烟已经开始侵入部落的外围。达文西紧张地指挥着野人们继续加强防火墙，但他们的体力已经明显不支。就在这时，聪明的野人小队终于返回了部落，他们带回的冰冷河水给了大家一线希望。达文西立刻指挥野人们将水储存，并用一部分来冷却防火墙。我们有救了，这些水足以让我们撑到天灾结束。达文西，你的野人很给力，但如果你想彻底摆脱这场天灾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找到天空之泪。天空之泪，那是什么？天空之泪是一颗能够召唤雨水的神秘水晶，它隐藏在巨岩山脉的最深处，但要获得它，你必须面对山脉中的各种致命陷阱和守护者。看样子我别无选择了，这颗水晶是唯一能让我们安全度过这场天灾的希望。达文西当即决定亲自带领野人前往巨岩山脉，经过聪明的野人带领，他们很快进入了山脉。不料这时山脉中温度逐渐降低，10分有18分不对劲的样子。巨岩山脉极端气候区域，温度骤变，随时可能发生冰冻或滑坡。这温度不对劲，大家小心，前方可能有危险。你是说天空之泪在那边吗？很好，大伙抄家伙吧。命部落求生第22天，火灾突袭。当别的玩家还在不知所措时，我带着野人找到了天空之泪，提前结束了这场灾难。然而这一举动，砖瓦屋又开始给我生产新的野人。寻找的野人，他无时无刻都在寻找，请不要试图指挥他做什么。这么久都不生产野人，这一生产又来这些奇葩。达文西看着新来的野人，顿时有些无语。他便想着看看聊天室里其他玩家有没有这种情况。不料刚打开聊天室里，大家刚好在讨论着这事。我今天招募到了一个奇怪的野人，叫会唱歌的野人。他啥都不干，就只知道唱歌。最关键是他唱的我又听不懂。你这还好，我的野人直接睡了一整天，叫都叫不醒。你们的野人还算正常，我的刚来就跑去跳河了。大家都生产到了奇葩野人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达文西见状满意的叫他外出采集。他这次见没事做，也跟着一同外出。刚走进森林不久，聪明的野人就发现了优质的木材。与此同时，寻找的野人也表现得非常奇怪，他时而蹲下，时而抬头，似乎在观察什么。
这是什么情况？你脑子搭错线了吗？寻找的野人没有回应，依然在蹲下站起。达文西刚准备不再理会时，寻找的野人突然蹲住，开始用手挖掘。不到几分钟，地面下出现了一块闪闪发光的石头。这是隐藏的宝藏吗？达文西见状，立即让其他野人帮忙将石头搬回部落。他见有了意外收获，便叫上野人们一同返回部落。他看着今天的收获，心里感到无比欣慰。除了木材和石块之外，那块神秘的石头显然具有某种未知的力量。这块石头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可能性，赶紧把它送到我的房间，等我有空了深入研究一下。看样子这家伙还有点用啊，得好好观察一下。达文西见寻找的野人这么卖力，他没有理会，回到了房间，又打开了聊天室查看起情况。我的野人今天竟然帮我找到了一些隐藏的宝藏，太神奇了！你们有没有发觉夜晚的怪物越来越多了？我今晚刚被一群狼袭击，差点守不住了。我的野人今天搞回了一堆木材，感觉要开始建设更大的防御工事了。看来大家的生存情况都各不相同，得赶紧加强防御。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就在达文西准备倒头就睡时，突然一声哇哇叫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赶忙跑出屋外查看，只见寻找的野人直勾勾地看向远处的森林边缘。你又发现了什么？所有人准备战斗。野人们见状迅速进入战斗状态，站在达文西身后等待命令。这时森林深处的吼叫声也越来越大，只见一只巨兽冲了出来，朝着部落发起了攻击。野人们见到野兽后也冲上前抵抗，但这只野兽力量惊人，普通的攻击对它毫无效果。活该了，怎么办？这些攻击根本不起作用。就在这时，寻找的野人突然冲向前，用手中的石块狠狠砸向了野兽的眼睛。野兽发出了一声惨叫，似乎找到了他的弱点。全体听令，集中攻击他的眼睛。野人们听后也按照达文西的意思执行，但这次的野兽竟然聪明地把这些攻击都挡了下来。经过野人的攻击后，野兽也更加暴躁起来。就在达文西以为要领盒饭时，嗜睡的野人拿着一块石头冲了上来，狠狠地砸中了野兽的眼睛。巨兽顿时发出一声惨叫，轰然倒地。这力量难以置信。战斗结束后，部落短暂恢复了平静，但夜幕降临后，森林中传来了低沉的声响，远处的天空被微弱的光芒照亮，似乎预示着新的威胁正在酝酿。这片森林好像不简单啊！达文西见状也安排了野人今晚加强戒备。与此同时，寻找的野人显得格外不安，他独自徘徊在部落外围，像是在寻找什么未解的线索。达文西发现他独自在外，也偷偷跟了过来。只见他这时正在一棵树底下挖掘。几分钟后，地底露出了一个实质的符号。这是什么？难道是某种预兆？或者这片土地上隐藏着我们不知道的秘密？达文西看着这符号，顿时陷入了沉思。这个符号与森林深处的光芒似乎有某种联系，但他暂时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。他赶忙又打开了聊天室，查看其他玩家有没有发现异样。最近的怪物越来越多了，我的野人根本顶不住这种频率的攻击。我这边倒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石碑，上面刻着一些看不懂的符号，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？我也是，我这里有些古怪的石头和图案，感觉跟周围的怪物有某种联系。看来这些符号不仅仅出现在我这儿，其他部落也有类似的发现。也许我们面对的不只是野兽，还有更大的威胁。正当达文西思索这些神秘符号的意义时，部落的外围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震动，地面开始剧烈颤抖，像是某种巨大的生物正在逼近。不好，所有人准备战斗，敌人来了！达文西这话一出，这次野人都没有做出回应，因为他们刚经历完一场大战，此时的体力已经是到了冰点，只有一小部分野人跑了过来。达文西见此也很是无奈，赶忙跑回屋里找到了嗜睡的野人，试图叫醒他让他出手。嗜睡的家伙，快起来！又有野兽来了，我现在需要你。嗜睡的野人缓缓睁开了眼睛，打了个长长的哈欠。他看了一眼达文西，慢悠悠地站了起来，不慌不忙地往外走去。等达文西跟出来时，外面已经恢复了安静。什么情况？太不可思议了！这一切似乎变得有点奇怪了。我得尽快找到这些符号里的秘密才行。命部落求生第23天，天灾结束，怪物猛攻，神秘符号现身部落，更大灾难即将来临，部落又开始生产新的野人。迷路的野人，他总是在部落里迷路，无论目标有多近，总会绕很远的路到达。迷路，在这么小的部落里还能迷路，我倒要看看这家伙到底能有多离谱。刚一生产出来，迷路的野人便在部落里东张西望，显得非常茫然。他试图走到达文西身边，但不知为何绕了一大圈，最后竟然走到了仓库旁边，一脸困惑地看着四周。嘿，你要去哪？我在这儿呢。你这是在找我，还是在找出口啊？迷路的野人显然是迷失了方向，他又试图找到正确的路，但每次都绕了不必要的远路。达文西看着这一切，不由得觉得好笑。这家伙肯定会是个大麻烦，不过说不定在某些奇怪的场合还能派上用场。迷路的野人终于在兜兜转转之后来到了达文西身边，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，好像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。达文西见状，决定暂时不纠结野人的问题，而是转身打开聊天室，看看其他玩家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。最近的怪物越来越多了，我的野人根本顶不住这种频率的攻击，有没有什么好方法？我这边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符文，好像和怪物的攻击有关，大家有发现类似情况的吗？看来不仅是我，其他玩家也遇到了这些符文，这些符号可能真的和怪物的攻击有关。就在达文西查看聊天室时，寻找的野人突然冲了过来，非常焦急地哇哇叫着，
示意达文西跟他走。你又找到什么了？带路吧。寻找的野人带领达文西和迷路的野人走向森林，一路上迷路的野人几次险些走错方向，但达文西不断提醒他回到正轨。终于他们来到了一个新的符文所在的地方。这些符号看起来和上次发现的一样，也许他们隐藏着更多的线索。达文西仔细观察了符文的形状，发现它与之前的符号有些不同。这些符号似乎在指引着他们向某个方向前进，而寻找的野人不断在符文附近挖掘，仿佛在寻找什么重要的东西。迷路的野人这时又开始四处乱走，他试图找到回部落的路，却又不出意外的走错了方向，最后绕到了另一棵树旁。你真是自带迷路属性啊！就在达文西准备返回部落时，聪明的野人突然从远处跑了过来，挥舞着手臂哇哇叫，显然是发现了新的线索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是发现了什么吗？聪明的野人带领达文西和寻找的野人继续深入森林，迷路的野人也跟了上来。尽管他仍然时不时的走错方向，但最终还是紧跟在队伍后面。很快他们便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这里有座巨大的石碑，石碑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，显得异常神秘。达文西和聪明的野人仔细研究石碑上的符文，试图找出其中的规律。迷路的野人在石碑附近转悠了一圈，最后又迷失在了一堆石头之间，彻底找不到回来的路。你别走远了，待在我身边，别又迷路了。尽管野人们的表现有些混乱，但达文西意识到这些符文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巨大的力量。他决定暂时不急着行动，而是回到部落做好准备，再来解开这些符文的谜团。回到部落后，达文西开始认真思考如何解开符文的秘密。迷路的野人依旧在部落里四处乱转，时不时迷失在木堆或仓库之间。这些符文很可能和怪物的活动有直接联系，如果能解读出它们的含义，也许我们能提前预防怪物的袭击。就在达文西沉思时，聪明的野人看着带回来的石板，对着他不断哇哇叫，试图向达文西传达一些信息。你觉得这些符文是某种地图还是提示？这个符号好像在森林深处也见过几次，难道他们在指引我们去某个地方？聪明的野人点了点头，而迷路的野人这时又一次出现了。他本来应该去搬运一些木材，但却不知为何绕了整个部落一圈，最后空着手回到了达文西面前。你连搬木材都能迷路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达文西摇了摇头，决定暂时不纠结迷路的野人，而是带着聪明的野人和寻找的野人再次前往森林，继续调查那些符文背后的秘密。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符文的意义。寻找的野人带路吧。寻找的野人再次带领达文西和聪明的野人走向森林深处，不料迷路的野人也偷偷跟在了后面，但没走几步就开始偏离队伍的方向，结果在森林里兜兜转转，彻底迷失了方向。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偏离了队伍，他继续在森林里转悠，时不时发出哇哇的叫声，希望能找到正确的路。但无论他怎么努力，每次都走错方向，甚至走回了他们刚刚路过的地方。与此同时，达文西和两个野人终于来到了上次发现的那座巨大的石碑前，石碑上的符文依旧闪烁着微弱的光芒，似乎在等待着他们解开其中的奥秘。这次我们得好好研究这些符号，找到它们的规律，也许能解锁一些重要的信息。聪明的野人仔细观察石碑，发现其中有一个符号似乎和之前发现的其他符号不同，他用手指着那个符，发出了哇哇叫声。这个符号看起来不太一样，也许是某种关键的提示，我们再检查一下，看看是否有其他线索。达文西和聪明的野人继续研究石碑，试图找出更多线索。而就在这时，迷路的野人终于绕着森林找了回来，一脸惊喜地出现在他们面前。你竟然能找到这里，还真是出乎意料。迷路的野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刚刚迷了好久，他一脸得意地拍了拍自己，仿佛这是他的胜利。然而达文西和聪明的野人并没有理会他，继续专注于石碑上的符号。等等，我好像发现了，这个碑上的应该就是暗语 U R B B R G R O U 给。果然有东西。聪明的野人，你走前面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聪明的野人没有犹豫，一头冲进了密道里。进入通道后，空气显得格外沉闷，墙壁上依旧刻满了神秘的符文。迷路的野人显然有些不安，他时不时回头张望，似乎担心再次迷路。你放心，跟着我们走，别乱跑，这里可比外面的森林更复杂。有新的发现了吗？啊，这不会是地图吧？看起来像是要指引我们去某个地方。明部落求生第24天，神秘符号现身部落，砖瓦屋恢复生产野人。接上集，为了查明灾难规律，我带着野人前往神秘洞穴寻找答案。不妙，那东西要出来了，所有人准备撤退。随着达文西的命令，野人们都准备往部落跑，唯独迷路的野人往洞里冲了进去，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阵怪物的惨叫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刚刚不是听到怪物惨叫了？卧槽，来不及跑了！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，叫你跑不跑，还把他惹急眼了。聪明的野人见怪物出来，没有多想就冲了上去。然而聪明的野人显然不是怪物的对手，直接被怪物碾压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就在达文西不知所措时，迷路的野人冲了上前，用头狠狠地撞在了怪物膝盖处。他这一撞又让野怪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嚎叫。
跪倒在地。原来他膝盖是弱点啊，干得好！聪明的野人赶紧攻击他膝盖，你也过去帮忙。太险了，这次你立大功了。迷路的野人似乎听懂了达文西在夸他，嘚瑟地拍了拍胸脯。达文西没有多理会，把怪物解剖了，将物资收入仓库，便返回部落，并继续研究那些神秘的符文。风的野人，他总是喜欢跟着风的方向移动，行动快速，但有时难以停下。啥玩意？跟着风跑，意思是疯子喽？喂，你能停下来吗？我还没看清你呢。风的野人完全没有理会达文西的喊叫，继续顺着风四处跑步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脚下飞驰。达文西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只能等待他自己停下来。看样子这家伙以后会是个难以控制的麻烦。达文西决定暂时不理会追风的野人，而是专注于继续研究符文。聪明的野人也带着一些石板回来，就这样两人开始解读那些复杂的符号。这个符号好像我们之前见过，这究竟是地图还是怪物的活动图？就在达文西头想得快要炸时，天空突然变得阴沉，一阵强风席卷了整个部落，空气中弥漫着不祥的气息。部落中的野人们纷纷停下了手中的工作，紧张地看向天空。超强风暴魔节即将登陆，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。不好，台风要来了，大家准备防御。就在此时，风的野人突然从远处飞奔而来，顺着风狂奔，速度极快，几乎看不清他的身影。他跑到了达文西面前，脸上却带着兴奋的神情，仿佛天灾的到来对他而言只是一场好玩的游戏。你可真是生不逢时，现在可不是玩的时候，马上就要有大麻烦了。达文西没有多理会风的野人，他当即安排其野人进行防御工作，而迷路的野人则再次不出意外的走错了方向，迷失在部落的各个角落。其他野人都在加强部落的防御，而风的野人似乎对风暴没有丝毫畏惧，依旧随着风狂奔，仿佛这场风暴是他最好的同伴。与此同时，达文西决定打开聊天室，看看其他玩家是否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。天灾真是越来越频繁了，我的部落刚恢复，现在又来了场暴风，你们那里怎么样？哈哈，老哥，你这算好的了，我这边还没来得及修好墙，怪物和天灾一起来了，部落都快撑不住了。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共享？我这边的木材和石头快用光了，根本没法修建新的防御设施。看来大家的情况都不太乐观。你们谁有天灾的规律性数据？有没有人找到什么能提前预知的方法？我这边发现了一些符文，看起来和天灾有关系，但暂时还没完全解读出来。符文，你运气不错，我这边什么都没发现，天灾每次都是突然降临，根本没有准备时间。正当达文西打算回复更多玩家时，突然一阵巨大的撞击声响起，部落外围的石墙被一棵大树砸裂了。达文西赶忙叫野人前去修补，聪明的野人立即带着其他野人前去修补，而疯的野人这时正疯狂绕着部落奔跑，仿佛想要跟上风暴的速度。就在围墙几乎崩溃之时，疯的野人突然迎着狂风冲了上去，快速的用自己的速度和力量帮助修补破损的部分。看来他也有用武之地啊，关键时候出手了，这也太帅了吧！很快时间来到了傍晚，风暴也渐渐消散，野人们也在修复损坏的建筑，而疯的野人依旧在微风中快速奔跑，似乎没有一刻停歇。这场风暴虽然过去了，但符文的秘密还没有完全解开，得加快解读的速度。达文西看着手中的符文石板，试图解读出其中的规律。聪明的野人也坐在一旁，不断哇哇叫着指点不同的符号。虽然符文的解读过程异常艰难，这些符号之间有某种规律，它们似乎预示着天灾的来临，但具体的时间和方式还不清楚。达文西继续翻阅着石板，脑海中浮现出之前经历的每一次天灾，他们的模式似乎有着某种联系。就在他努力思索时，疯的野人突然快速冲了过来，几乎撞上了他。你能不能慢点？你这一动静把我的思路打乱了。你是说这个就是刚刚天灾的提示，然后下一个符号就是下个天灾的预兆吗？你又发现了什么吗？达文西见状也懂了他的意思，当即和聪明的野人跟着他跑去。经过了2个半小时路程，他们来到了一处新的符文遗迹，这里的符文比之前看到的更加复杂。这些符号会不会是之前这片森林发生的灾难的记录？这个符号好像和上次天灾有联系，难道它是在提醒我们下一次天灾的到来？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，必须尽快解开剩下的符文，然后回部落做好防御准备。常探险的人都知道，不会几招寻龙分金是根本走不出森林，而这个20岁的大爷却两手空空进入森林。他原本以为这是场普普通通的探险，殊不知这里的野兽已经刷好牙在等待着他。老板，你没事吧？老远听到你的惨叫声了。暂时没事，不过我们这趟出来发现了恐龙。什么？恐龙都出现了？如果这些巨兽在附近活动，那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威胁呀。没错，刚好你们带人来了，我们出发，目标寻找恐龙的巢穴。说完，达文西就带着队伍往森林深处走去。经过2个半小时路程，他们在森林里发现了几颗巨大的蛋。身为医师的王德发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恐龙蛋，
这些蛋好像还没孵过的，但一旦孵化出来，我们可就越来越危险了。没错，而且我们好像到了恐龙时代。那这些蛋要怎么搞？肯定是要毁掉了，不能让它们繁殖。就在他们准备采取行动时，一头巨大的恐龙从森林中缓缓走来。达文西迅速挥手示意大家躲藏起来。它回来了。恐龙敏锐的感官似乎察觉到了异常，它的眼睛突然转向他们躲藏的方向，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，随即迈开沉重的步伐，猛然冲向他们。不好，快散开，别被它集中攻击。卧槽，这家伙的皮这么坚硬的吗？攻击它的尾巴，恐龙的尾巴是弱点。王德发这话一出，野人们再次扔出石矛，随着石矛插入他的尾巴，他顿时在原地痛苦的哀叫。达文西意识到机会来了，赶忙上前使出了他的大招。太危险了，还好有你啊，王德发。这都是应该的。对了，这恐龙皮这么厚实，我们可以用它制作成护甲，骨骼则做些骨毛或者战斧。你这个提议很好，这些防具和兵器回去后就交给你跟进了。等等，你说到的回去，我们出来好像忘做标记了。谢美梦这话一出，众人顿时愣在了原地。不巧的是，太阳也刚好下班，紧接着迷雾也升腾起来，野人们的表情开始变得焦虑。天黑了，我们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，得在这暂时安营扎寨，再想办法找到回部落的路。有道理，就暂时在这里扎营。达文西说完，就在仓库里拿出了高级茅草屋的图纸，原地建造了2个高级茅草屋。随着夜幕渐渐降临，森林处也隐隐传来不知名的动物叫声，伴随着风的低吟，视觉轮廓神秘而恐怖。今晚必须安排人轮流值夜，确保没有任何威胁接近营地。我带几个人新手第一班吧，你们先休息。几人听完也是各自回到茅草屋休息。谢美梦则坐在火旁边，目光敏锐地扫视着周围。几名野人手握骨矛，耳朵竖起，听着来自远处的风声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的森林传来一阵低沉的吼叫声。谢美梦微微皱眉，站起身来，示意野人们保持安静。主人，外面有动静，可能是恐龙。准备战斗，另外多准备点火把，增加火光范围，尽量不要让他们靠近。达文西说完，立马叫醒野人，野人们也迅速行动起来，拿着火把把周围照亮。随着火光的扩散，他们终于看清了那头巨兽的身影。一头体型比之前大的巨兽正往他们走来。这啥玩意啊？这也不是恐龙啊！巨兽逐渐靠近营地，它的动作缓慢而缓慢，似乎对火光有所忌忌。它低吼了一声，试图用鼻子嗅探空气中的味道，寻找营地中可以下手的缺陷，用火光驱赶它，别靠近。随着野人挥动起火把，野兽似乎没有了进攻的意思，它不时用前爪拍打地面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他好像还在试探。我们不能轻举妄动，他还在评估我们是否有危险。只要我们保持火光，不让他靠近，他可能会放弃。不好，他开始攻击了。所有人赶紧后撤，保留火光。野人们见状，迅速把火堆聚集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火焰屏障，暂时控制住了巨兽的进攻动作。巨兽似乎对火焰忌惮，停止了威胁，开始在营地外围不停徘徊，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进攻角度。他可能会转向另一侧攻击，不能让他找到突破口。准备长矛，等他靠近就发动攻击。看来我们成功了，不过这也不敢睡了。是的，他虽然撤退了，但随时有可能回来。我觉得要在附近建造城墙和一些陷阱障碍物之类的。今天也晚了，明天这些都安排起来。执着的野人，挖坑的事拜托你了。王德发，你来安排制作皮衣。谢美梦，你带人进森林巡查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达文西安排完后，几人迅速动身。谢美梦带着几个野人进入森林后，也意外发现了一些怪物的抓痕，还有几具巨兽的尸体。看这样子是刚洗没多久的，难道这里不仅有巨兽，还有更强大的掠食者？那边有动静，大家小心。你是想说这里发生过一场战斗吗？那么说就更证实了这里至少有2种不同的生物，而且它们之间还会互相残杀。就在谢美梦疑惑之时，另一名野人从不远处的灌木丛中发现了几具尸体，正在哇哇叫，示意谢美梦过去。就在谢美梦准备过去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仿佛是某种大型生物在快速接近。谢美梦立刻意识到他们很可能被什么东西盯上，所有人后撤，保持安静。野人们听到这话也是配合的躲了起来。这时一头恐龙跑了过来，在原地东张西望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谢美梦看着这局势很显然不是他对手，便不敢动身。恐龙在森林中徘徊了几分钟后，似乎并没有发现谢美梦和他的小队，他继续向森林更深处走去，渐渐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。好险好险，我们不能继续待在这里，这片区域太危险了，必须立即返回把这事报告给主人才行。